这男孩总是梦见自己能飞上天，梦里总有人在喊他的名字。凤熙从妈妈美贤那里继承了超好的基因，她的感觉比常人敏锐得多，隔好几堵墙她都能闻到味道。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呢？西秀这位早餐时刚搬到城市的女主，今天她第一次去新学校上课。同一天，她爸爸周元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他开了家炸鸡店。家里经济紧张，西秀决定暂时不买新校服，他就穿着原来的校服，打算这样混过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凤熙也在做开学前的准备，他先在腿上绑上沙袋，在背上装满哑铃片的书包。凤熙家的位置很偏僻，美贤送儿子出门后，就开始在手机上查意外相关的信息，这已经成了他的日常。凤熙顺利地坐上了公交车，今天车窗外有个不一样的女孩，西秀正在外面疯狂奔跑，恰好跟换车的凤熙坐上了同一班公交，但西秀的公交卡余额不够了，凤熙绅士地帮他解了围。两人都是高三的学生，近距离接触让凤熙心动不已，逐渐控制不住自己的反应，只能不断默念圆周率来保持冷静，但最终还是出了点意外。孩子们开始了新学期，周元和美贤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炸鸡店和猪排店虽然差别大，凤熙全力以赴地奔跑，但还是迟到了，最终他摔倒了。这就是崔日焕的法则。一个扫厕所的戴眼镜的男生名叫康勋，他是金源高中超级帅的校草，还是凤熙所在班级的班长。凤熙一到座位就展示了他惊人的食量，一大桶水很快就被他喝光了。虽然康勋非常出色，但最后一排的不良学生对他态度不好。西秀转学到了凤熙的班级，当时正在和崔日焕进行面谈，因为他不想离开父亲太远，而且不想增加家里的负担，想去本市提供奖学金的大学。但是考虑到成绩，崔日焕建议他去体育大学。学校的礼堂配备了各种体育训练器材，崔日焕保证那里将会是他的私人训练场。和崔日焕面谈结束后，西秀走进了班级，自我介绍后坐到了凤熙的对面。凤熙看着西秀的侧脸，又一次感觉到身体失控。同时，抑郁的长发男子弗兰克抵达韩国，他打开了组织安排的快递车，车里有快递员的制服和他需要的资料。弗兰克来这里是为了执行暗杀任务，第一个目标是代号为振川的退役特工。回到学校，凤熙整个上午都在和本能抗争，一点知识都没学进去。西秀在康勋的带领下来到了礼堂，并拿到了礼堂的钥匙。康勋向崔日焕汇报了情况，但他更关心的是西秀的能力有多强。对此，崔日焕没有详细透露，只是开玩笑说康勋应该多笑笑。午休时间，凤熙在扫厕所，西秀在礼堂里跑圈。他回忆起在前一所学校被泥泞覆盖的情景，还有被人抓伤的那次，但他现在身上却一点疤都没有。弗兰克很快找到了振川，对方力大无比，轻易就把一打高尔夫球杆弄弯了。经过一番搏斗，振川败下阵来。弗兰克突然询问振川是否有孩子，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开始给振川解释什么是抛物线，然后把他从高楼扔了下去。学校除了崔日焕外，还聘请了另一位老师，他总想干涉崔日焕的工作。崔日焕因此对他非常警惕，不允许他接触学习资料，也不准他帮西秀做体能测试。放学后，西秀没直接回家，而是去了补习班了解补习费用，发现就算是普通班也要150万韩元。西秀回家后，因为钱的问题，决定备战体育大学，让父亲出钱买新校服和运动服，但没有告诉父亲关于体育大学的事。实际上，崔日焕已经给康勋下了任务，让他找机会和西秀比弱点，毕竟他们情况相似。康勋的父亲也是自己开店，每天都坐在店前的固定位置，这是康勋等待回家的暗示，也是康勋设定闹钟的原因，提醒自己他的父亲还在等他。美贤像往常一样在网上浏览，但今天有点不同，一则意外坠楼的新闻吸引了他的注意。镜头转向国家安全企划部，下属向闵次长报告了振川的去世。振川曾是一名退役特工，为避免媒体关注，他的去世被伪装成一场意外。但时代变了，消息已无法迅速封锁。此外，安企部的另一个任务是品种管理，移植作业已经完成，但需要加快栽培速度，争取在8月底前完成。凤系除了感官能力外，还具备其他超能力，任何微小的重量或情绪变化都会使他漂浮半空，这也是他的被子虚钉在床上的原因。美贤取出多年未用的手枪，拆解后细致擦拭并重新组装。时间回到2003年12月，美贤将小凤系背在身上，拖着行李行走，与从桥上经过的货车擦肩。他带着儿子进了一家小餐馆，警觉地观察周围的顾客，看着墙上的菜单，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法较为耗时的炸猪排。为保护儿子，他已竭尽全力。之后，美贤在附近租了一处违建设施，一次性支付了3年租金，条件是房东不得干预，否则他将举报违建。一旦举报2次，必须强拆。房东只好同意，但美贤没告诉房东，第一次举报的正是他。美贤担心儿子的能力被发现，整天把他背在背上，腿上绑着沙袋，看起来又累又憔悴。看到这情形，卖肉的大神忍不住多说了2句：“孩子这么大了，还用背的吗？不适合这么束缚吧？”还问是否在凤溪市有残障。作为父母，美贤自然要替儿子说话。
他指责大婶不尊重人，但他理解错了，原来大婶自己的孩子也有残疾。他的儿子虽然体格强壮，但智力像3岁小孩，每天负责搬运肉。作为奖励，大婶给了他2颗糖，他把其中1颗分给了凤溪。美贤离开后，发现塞了很多糖果在装肉的袋子里，内疚使他折回原路，向大婶道歉。大婶并不在意，都是做母亲的，她觉得孩子被这样束缚很不舒服，这样孩子也累，母亲也累，只有放手，孩子才能真正长大。凤溪家做了简单的装修，家里到处都是紫色，墙壁和房顶的油漆也是。凤溪因为漂浮能力，学走路很困难，为了让凤溪更好的生活，美贤甚至要克制自己的笑。时间回到现在，因为凤溪的嗅觉敏感，她在睡梦中不断撞墙，最后她的鼻子流血了。时间倒流回2007年4月，美贤正在给房顶地面刷上紫色油漆，这是她用尽积蓄买的房子。为了维持生活，她开了一家名叫南山的炸猪排店。凤溪总是奇怪为什么店叫这个名字，妈妈说是因为那里的炸猪排特别好吃。出于对儿子的保护，美贤坚持凤溪放学后必须立刻回家。凤溪总是一个人在家看电视，电视里的闪电侠是她的英雄。有一天，她披上带闪电标志的黄色披风，不听妈妈的劝阻，摘下沙袋爬上高处，模仿闪电侠的标志性动作后一跃而起。凤溪的这一举动赢得了众人的喝彩，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不仅如此，金源高中的校长老赵也注意到了她，还有一名同学模仿她时从高处摔下，受了严重的伤。妈妈告诫凤溪，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超能力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同理心才是人的真正能力，能理解他人才是最重要的。让别人伤心的行为不是英雄的行为。凤溪终于理解了母亲的话，在屋顶上借着暴风雨的掩护，她无法停止哭泣。代表闪电侠的披风也被风吹到了杆子上，由于太过激动，凤溪也被风吹得飘向天空。幸好她抓住了阳台的晾衣绳，听到动静的妈妈赶紧来救援，把儿子重新拉回到怀里。凤溪是个很有礼貌的孩子，他每天都会向304路公交的司机打招呼，时间久了，他们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司机也是金源高中的前学生，名叫凤溪。虽然没能和西秀一起坐公交，但在路上他再次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奔跑身影。为了能上体育大学，西秀决定以后都穿黄色雨衣跑步去学校。弗兰克的第2个目标是金永熙，代号彭挺。从资料来看，弗兰克是美国超自然管控机构的成员。今天凤溪又没能准时到校，还在门口被西秀撞到，胳膊擦伤了，所以今天有2个人被罚扫厕所。西秀虽然觉得凤溪被撞飞那么远很奇怪，但他更关心凤溪的胳膊伤势。弗兰克已经抵达了目标的地下书店，一进门就把卷帘门关上。见状，彭平赶紧去插座吸电，却不料被弗兰克切断了电源。彭平只好用收音机里的电池，他体内的电流狂奔不止，甚至干扰了304路公交的收音机。彭平终于将弗兰克击倒，借此得到了片刻的喘息机会，赶紧把桌上的照片烧掉，并抱住弗兰克，试图电死他。但弗兰克的恢复能力非常惊人，很快就适应了电流。他将彭平摔到书架上，一记膝撞结束了战斗。照片虽然没完全烧毁，但上面已经看不到彭平儿子的脸了。早上因为西秀穿着雨衣跑步，身上的汗味特别重，他只好找到他唯一的朋友凤溪，借一套活动服换上。在得知西秀准备报考体育大学后，混混们很不高兴，心情很差。他们跟踪去礼堂洗澡换衣的西秀。康勋担心出事，紧跟其后。跟踪他的混混被发现后依然很嚣张，他挑衅要求约架。康勋没发现在观察他们的外聘教师，就跟着混混走进了小树林。在打斗中，混混多次叫来帮手，但他依然不依不饶。康勋也忍不住发怒，用尽全力痛打混混一顿，一拳打倒了一棵树。关于这件事，康勋向崔日焕撒了谎，说他因身体不适提前回家了。尽管放学后应立即打扫厕所，但如果是西秀的话，这原则就不那么重要了。凤溪决定先陪西秀去买校服，看着他们有说有笑，康勋心里感到不快。尽管有名退役特工被暗杀，但闵部长并不生气，毕竟这些人对他已无用处。当务之急是查明杀手是哪方的人。情人眼里出西施，凤溪面对喜欢的人，即便是平常的校服，穿在他身上也显得格外有风采。他们2个都没吃午餐。西秀在礼堂换衣服时，凤溪担心只认识他一个人，没人陪同吃饭，就在教室里等他，因此错过了午餐时间。见到如此可爱的凤溪，西秀决定请他到便利店吃泡面和饭团。小树林里的混混终于苏醒过来，但是拳头也没能抹去他的锋芒。他还在那儿咒骂康勋。弗兰克正盯着那张照片，通过照片上的标语推断，彭平的儿子在金源高中上学，上级的命令已经下达，现在要先除掉3号目标。凤溪很体贴，西秀买的食品都是买1送1。西秀趁凤溪不注意，买了药膏和创口贴。2人分享了各自家庭的情况，他们都来自单亲家庭。西秀很担心第一次开店的父亲，凤溪却很乐观，因为他母亲经营得很好。凤溪刚提到他经常做的梦，就看到满身是伤的混混从后门走出来，不由自主想上前帮忙。西秀不想他惹麻烦，便制止了他。
凤西对此感到很奇怪。以前，混混在崔日焕的建议下，也准备考体育大学，后来因为脚受伤而放弃，开始肆无忌惮，连崔日焕都不怎么管他了。与直率的凤西不同，西秀发现康勋对崔日焕撒了谎，两人从小都是边缘人，没有朋友，这让凤西很意外，因为在他看来，西秀非常有魅力。镜头转到南山炸猪排店，两个醉汉一直在找美贤麻烦，直到肉店大婶的儿子来送猪肉，看到他壮硕的身躯，酒精顿时就消退了。这家猪排店人声鼎沸，不同于其他地方。周元炸完第一遍鸡后，店铺就一直没开业。第一个来电是贷款公司的，生活虽然艰难，但看到全家福周元还是忍不住笑了。关于体大的事，凤西建议西秀跟父亲说，跟父母相处沟通很重要，他想支持你，但你如果什么都不说，反而会让他更担心。晚自习后，凤西放起了他喜欢的歌，开始打扫厕所。拖地时西秀进来了，他给凤西的伤口上了药，然后贴上了创可贴。肉体接触让凤西荷尔蒙激增，西秀离开后超能力突然爆发，身体不受控制的飘起来。西秀听了凤西的话，把准备体大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虽然一时接受不了，但还是支持女儿的决定。新的一天开始了，凤西像往常一样跟304的司机打招呼，但原来的司机不在了，窗外的黄色身影却还在。凤西像往常一样迟到了，混混今天没来上学。凤西想把昨晚的事告诉崔日焕，但西秀阻止了他，不要自找麻烦，只是私下询问了康勋。康勋原本想说，但看凤西和他关系好，就吃醋不肯说了。晚自习结束后，西秀在操场上跑步，康勋想送水给他拉近关系，但因为性格内向，最终没有行动。凤西行动果断，看到西秀因为天黑看不清地上的水坑，就把教学楼的所有教室灯都打开了，为西秀提供照明。凤西今天回家晚了，他小心翼翼地走进家门，试图避开母亲，但母亲的听力非常好，他告诫凤西以后要早点回家，否则他会很担心。弗兰克根据照片上的标语找到了金源高中，门卫注意到了他，礼貌地请他离开后向上级报告了此事。由于昨天的营业额不佳，周元开通了炸鸡免费送货服务，虽然没明说支持女儿，但他在手机上搜索了关于体大的信息。今天崔日焕对西秀进行了体能测试，并指导了体大入学考核的科目，包括摸高、往返跑、仰卧起坐和扔手球等。另一边，门卫昨晚的报告起了作用，今天他在门口安装了摄像头。崔日焕在测试西秀时，发现礼堂长时间未用，里面灰尘很多，便让康勋去开排风扇。排风扇的开关在2楼的小房间里。后来西秀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人，他自顾自地脱衣服换运动服，吓得康勋赶紧躲起来。康勋没办法，只好等西秀训练结束才能离开。西秀再一次跳高训练中，由于跳得太高，落地时不慎扭伤了脚踝。康勋本来想上前帮忙，但凤西抢先一步跳了过去。康勋目睹了整个过程，出乎意料的是西秀并没有受伤。之后西秀请凤西在做仰卧起坐时帮忙压腿，这让凤西感到很难保持冷静，技术方面更是难以把握，结果身体再次失控飞了出去。西秀虽然感到奇怪，但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正好是阿姨打扫的时间，凤西借此机会匆忙离开。打扫完毕后，康勋终于可以离开2楼的小房间。他查看了西秀的跳高成绩，激发了他的竞争欲，在更高的墙壁上留下了自己的手印。新的一天开始了，西秀在上学前发现父亲为他准备了新的排球鞋，晚上穿上新鞋训练。新鞋让他的思维更加敏捷，他终于意识到昨天晚上凤西的异常，于是邀请凤西去便利店吃东西，假装把排球鞋忘在教室，让凤西回去取，自己则穿上雨衣跟在后面。因为下雨地面非常泥泞，这使凤西的鞋底全是泥巴。西秀沿着凤西的脚印上了楼梯，但脚印突然消失了，这让西秀将所有线索串联起来，从第一次在公车上见面，到校门口撞到他，以及昨晚在礼堂的事情。但凤西只是因为怕弄脏地板才脱了鞋，所以才没有留下脚印，但他还是没能保守住自己的秘密。西秀尝试把凤西拉下来，但他抱不动书包，只好借助箱子跳起来抓住凤西。他们的拉扯被监视器捕捉，门卫大爷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凤西的能力失控，西秀只好抱着凤西的手臂，把她护送回家。妈妈激动得不知所措，儿子竟然带了朋友回家，而且是个女孩子，还长得这么漂亮。虽然刚吃过泡面，但出于礼貌，西秀还是勉强自己吃下了凤西妈妈准备的巨无霸猪排套餐。弗兰克已经到达目的地罗州的理发店，因为上次的事，这次他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开始和理发师聊天，聊起了对方的孩子。罗州显得很谨慎，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当弗兰克提起金源高中时，罗州意识到了不妥，紧握腰间的剪刀。即使罗州手持重型武器，长期对抗对弗兰克的自愈能力来说是个巨大的优势，罗州很快就处于下风。在此之前，罗州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九龙浦会杀了他。同时西秀向爸爸报备，炸鸡店接到了第一份外卖订单。周元对此感到非常兴奋。美贤出于好奇，西秀被不停打量，
弄得他只能一直吃东西。对方把他当成凤馨的女朋友，他并不介意。西秀对此并不反感。猪排还没吃完呢，美贤又端上来一大盘苹果作为甜点。幸好来了一波客人，要不然还不知道他们会为什么。凤溪和西秀后来上了2楼的生活区，西秀为之前的跟踪行为道歉。他原本以为凤溪掌握了什么特别的跳远技巧，没想到那是他的秘密。缝隙之间的房间，除了被固定的被子，天花板上还铺了软垫，墙上也装了很多抓握装置。这种能力不是恩赐，凤溪是无法控制的。他只知道情绪稳定时会留在地面，激动时就会浮起。这让西秀发现了一个盲点：和凤溪在一起时，他浮起的频率特别高。他问他是不是喜欢他，凤溪其实早就预料到自己的秘密迟早会被发现，但他对西秀的接受度感到惊讶。西秀觉得凤溪并不奇怪，他只是与众不同，只是有些独特而已。这让偷听的老婆婆更加欣赏这位姑娘，儿子能遇到这么理解人心的女孩，老母亲非常开心。时间不早了，西秀决定穿上雨衣跑向公交站，坐公交车回家。凤溪就让她自己回去吧。还是个懵懂的高3学生的凤溪，西秀的言外之意没被理解。回家之后，凤溪被母亲狠狠批评了一顿。晚上一个女孩子不会去不感兴趣的男孩家，还在他房间里聊了那么久。凤溪穿上雨衣追了出去，幸好西秀没走远，女儿开始恋爱。老爸冒雨送外卖，为了生计，碰巧遇到弗兰克味炸鸡店宣传，给了他一张积分卡。周元找了半天才找到路，最后找到了顾客的手机维修店，却被顾客因为骂刁难，还威胁要去厅告他。为了省手续费，拒绝刷卡。生活所迫，周元只能忍气吞声，答应明天带刷卡机来。临走前还给了对方一张积分卡。西秀和凤溪隔着车窗告别。凤溪今天做了个不同的梦，梦里她穿着黄色雨衣，天空中的另一个人是她爸爸。人总是为了喜欢的人而改变，凤溪也是如此，她把发型改成了37分。今天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美贤看到新闻说理发店老板被杀，凤溪和西秀在礼堂墙上发现手印，虽然训练帮不上忙，凤溪还是在一旁支持。西秀的忠实观众，为了更好保守秘密，西秀决定把秘密告诉凤溪。他高3时转学来这里，是因为他在上一所学校曾独自对抗17名不良少年，他一点都没受伤，对方受伤很严重。为了支付对方的医药费和赔偿，父亲用光了所有家产，我也被学校开除了。如果说凤溪能飞上天，那西秀的能力就是自我恢复。西秀小时候，他和妈妈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多亏了他的特殊能力，年幼的他才能幸存下来。凤溪对西秀在前学校的经历很好奇，但他知道那可能是西秀的痛苦回忆，所以没深问。实际上，出于某些未知的原因，自从西秀小的时候起，爸爸就像有人在追一样不断搬家，短的1年，长的3年，父女俩一直没能在一个地方定居。父亲因此只能做些临时的体力活，生活虽然辛苦，但父亲始终把西秀放在首位。为了让西秀能顺利上大学，父亲找了份稳定工作，买了个小房子安定下来。那时他已经独自抚养西秀多年，一边工作一边攒钱。西秀终于不用因搬家而频繁转学了。时间一天天过去，离高考只剩下140天。这时班上转来了一个叫慧媛的富家女，她是个有钱人家的独生女，性格乖巧又内向。最先接触她的是一群不良学生，他们抢走了她的耳机，其他人都在旁观，西秀也没出手，毕竟快要毕业了，撑过这段就好了。但才过了10天，他们竟开始强迫慧媛脱衣服。西秀看不下去了，向老师举报了慧媛被霸凌的事。老师们承诺会妥善处理，让受欺负的同学举手示意，但慧媛因害怕没有举手。老师们只是为了走过场，把那些不良学生叫到办公室警告了一番，这反而让那些霸凌的头目更加愤怒，用美工刀威胁大家找出告密者。班长为了维护秩序，抓住了女头目的胳膊，结果被她的混混男友狠揍，直到口吐鲜血也没停手。事后班长没有向老师汇报，连目击的同学也没采取任何行动，告诉老师又能怎样呢？他甚至开始后悔，不该在快毕业时出头，像其他人一样安静坐着就好。如果说这件事是谁的错，那也只能怪那个告密者。班长劝西秀再忍忍。高3很快就过去了，道路的栏杆已经垂下，说明他们的人生路径不同。又过了10天，慧媛遭受的霸凌更加严重了，从言语嘲讽到抢夺东西，甚至施暴。西秀终于想通了，自己一直在找借口。高3又怎样？父亲绝不会希望他冷漠旁观，他能做更多。这意味着西秀的勇气已超越了书本的界限，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来到了一个更宽敞的场地。他向女头目发起了挑战，众人开始围攻西秀。西秀在战斗中发掘了自己的特殊能力，他的伤口能迅速愈合，这让他在众人眼中成了个怪物。他毫不畏惧的反击，直到将所有对手击败。西秀的反击显示了极大的勇气，尤其是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具备这种能力，他自己也是初次意识到。西秀不喜欢橘色，因为他处于2种颜色的中间，既不是红也不是黄，这也反映了西秀对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自己是个不属于任何群体的异类。打架事件引发了严重后果，
他的父亲不得不一家家去求情，这才阻止了警方介入。他们甚至不得不卖掉了房子。被退学后，没有其他学校愿意接收，被视作校园暴力的始作俑者西秀，除了金源高中。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西秀身上没有留下任何伤痕。父亲虽然曾怀疑过西秀可能有这种能力，但直到这次事件才确认，自愈的能力是从他那里遗传来的，而不能容忍不公正，则是遗传自西秀的母亲。对橘色的看法，凤系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橘色可以是黄色，也可以是红色，并不是什么都不是。而现在的橘色象征着安全。那天一大早，周元拿着刷卡机去手机维修店向顾客结账。这次他不再退让，他发现对方故意模仿了他家乡的口音，威胁说如果再这样，就要把他的嘴封上。即便周元结账时多输了一个零，顾客也只是一怒之下发了火。离开时，周元注意到被杀的罗州的理发店附近有监控摄像被故意破坏，他于是前往停车场，拉开了调查人员的车门，故意划伤了隔壁海军陆战队的车，并给车主打了个电话。通过与警察和老兵的对话，周元得知这些调查人员来自国情院。同时，远处的美贤也在观察现场。他注意到了周元，但只看到背影，没认出是老朋友。镜头转到安琪，这次理发店的事件最终被当作一起普通的抢劫案结案。几次之后，安琪的消息封锁越来越熟练，社交媒体上的照片都在半小时内被全部删除。民部长猜测杀手可能来自美国，毕竟过去的秘密任务都得到了美国的批准。对美国来说，这些人就是活证据，所以才派杀手来清理。但闵部长并没有急着去阻止杀手，毕竟这些老特工对安琪部来说也是个安全隐患。当务之急是要确定杀手的身份。为了追踪退役特工的后代，弗兰克参加了罗州的葬礼。罗州领养了很多孩子，他只有一个亲生女儿，但黛玉对待孩子们一视同仁，他对每个孩子都一样好。罗州的亲生女儿10多年前还在上高中时就因病去世了。这时镜头转向一位女性，金源高中的校长曾询问过那位女头目，了解到西秀拥有特殊能力，这也是金源高中录取西秀的原因。金源高中实际上是选拔超能力者的地方，这关系到国家才能培养的管理。关于档案的问题，校长老赵对闵部长撒了谎，崔日焕从未将档案交给别人。闵部长提醒老赵，这些档案绝不能泄露，否则会有麻烦。为了实现目标，必须先销毁这些旧资料。名叫张周元，代号九龙浦的退役特工。放学后，西秀提到了他母亲的事。他的母亲在他4岁时因车祸去世，这是他对母亲唯一的记忆，他却记不清母亲的面容。凤溪谈到了天花板上的软垫，那是他妈妈小时候贴的，为了防止他受伤，即使现在他已经长大，妈妈还是没有把它拆下来。凤溪感觉西秀的妈妈当时一定是在笑，因为他的孩子没受伤。他的安慰让西秀感到了一丝慰藉。彭平的葬礼在罗州举行，因为之前遗体一直在进行科学检验，家属今天才将遗体领回。罗州的家人不多，他的儿子是丧主，和他一样都有超能力的304路公交司机，好多天没见到全启道了。那个混混的伤终于好了，他又回来上学了。同时也传来了一条好消息，有个会员跟着西秀转学过来金源高中了。启道之前的工作是在电视节目里扮演给小朋友带来欢乐的特摄英雄闪电侠。早在1995年，启道上小学的时候就显示出了控制电力的能力，虽然不算特别强，但至少能轻松弄个爆炸头。启道上高中的时候也做过崔日焕的体能测试，但成绩不太好。崔日焕建议他不要读体育学院，改去学传播演艺。这个所谓的体育学院很可能是超能力者的训练营。崔日焕和老赵的任务就是挑选合适的人员。机缘巧合之下，启道参加了闪电侠的演员试镜。不像其他身手敏捷的试镜者，启道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脱下了绝缘手套，用摩擦产生的静电给自己弄了个爆炸头，这还引起了现场灯光的闪烁。最终他成功的拿到了这个角色。他的能力还有其他用途，启道能从电流中读取信息，比如他能知道门锁的密码，一摸就能感觉到妈妈来过。但他的能力也有缺点，启道在表演时很容易导致电场失控，这导致了设备的损坏。最终他丢掉了闪电侠的角色。不幸的是，一桩接一桩，不仅失业，母亲送饭时因病去世，父亲来参加了葬礼。他们上次见面还是在启道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之后虽然没再联系，但父亲一直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因此启道并不恨他父亲。父亲退休后开了一家二手书店，他们性格很像，从不在别人面前表露情绪，只会一个人静静地承受悲伤。启道找工作也不顺，当过特摄英雄也没吸引到雇主，甚至他的电脑也早早报废了。有一天，启道拿下了门锁的电池，去父亲的书店把电池送给了父亲，因为电池里有关于母亲的回忆。启道的生活很不顺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自己是个累赘，但在父亲眼里不是这样。对父亲来说，启道是重要的家人。他一直保留着高中毕业时和启道的合照。一次启道醉酒时，发现一辆因电路故障停驶的公交车，就用自己的能力帮忙修好了。这是他第一次用能力帮助别人。他
他终于找到想做的事，成为了一名公交司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更替不停。启道碰到了一个奇葩的高中生，不论何时，他总是跟自己打招呼。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了。祈祷请假去处理父亲的后事。他握着父亲生前用过的电池，从中找到了杀害父亲的凶手弗兰克的线索。因凤熙的特殊能力被西秀发现了，美贤又给凤熙的书包增加了重量，还要求凤熙晚自习后立刻回家，这让凤熙感到郁郁寡欢。还没来得及向西秀坦白真相，就被拼桌的同学打断了。另一边，那些混混又去找康勋挑衅，他们把剩饭倒进康勋的盘子里，强迫康勋当众展示自己的能力，辱骂他是选中的走狗，声称自己一定会揭露真相。他揭露了和崔日焕的秘密计划，然后把康勋的眼镜扔进了饭里，还随手吐了口水。幸好康勋的忍耐力很强，没有当场爆发。这时他露出了手肘上的疤痕，可能是之前安琪部提到的移植痕迹。那个混混的脚伤可能是移植失败造成的。西秀和凤熙拿走了康勋掉落的眼镜，凤熙仔细的擦拭后，西秀把眼镜还给了康勋。西秀赞扬了康勋刚才的克制，盲目出头往往会伤及自己，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康勋以为是西秀帮他擦的眼镜，心里有点窃喜，但知道真相后立刻脸色一沉。在离开前，他告诉西秀，他的父亲也是独自开店，这是他表达爱意的一大步。葬礼结束后，祈祷马上回到了工作岗位，同事们都在担心他的健康，但闲着无事只会让祈祷更难受。弗兰克在河边等着新的任务，一旦没事干，就容易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弗兰克回想起在爱荷华的日子，那些和混混们的纠葛。崔日焕原本想找他谈谈，但他连面子都不给，推门就走人了。安启部最终查出了弗兰克的真实身份。弗兰克的生母是韩国人，父亲是美国军人。小时候，他被 CIA 强行带到美国领养，之后所有的记录都被抹除了。弗兰克只是他的代号，是英文字母表的第6个字母。经过一番思考，闵部长决定去美国驻韩参事馆。高考临近，凤熙没法一直陪在西秀身边，就用手机建了一个叫西秀加油的播放列表，晚自习时放给西秀听，帮他加油打气。弗兰克等了整整1天，终于接到了新的指令。这次的目标是神秘莫测的李美贤。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他没带好东西。晚自习结束后，凤熙到礼堂去找西秀，因为手机没电了，凤熙担心母亲会担心，没等西秀洗漱就急忙回家，在公车上向启道表示了关心。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启道感动得眼眶泛红。在这个世界上孤单一人的他，终于也有人关心他了，也有人为他担心。康勋今天回家的比较早，父亲还没压扁所有的铁腕，看来康勋的能力是遗传自父亲的。康勋不知为何向父亲道歉，父亲听到这话非常高兴。周元为了给女儿买手机，又敲诈了手机修理店的顾客，用10只炸鸡换了一部新手机。周元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全，他叮嘱西秀要随时带着手机，一定要接电话，有事必须打电话。但他没有告诉女儿真正的原因。美国驻韩参事马克抵达安琪堡，闵部长已经得知对方实际上是 CIA 的卧底，所以对他的态度不太好。弗兰克到了南山的炸猪排店，出于职业习惯，他把门上的铃铛取下来，但还是没逃过美贤的敏感感官。弗兰克本想离开等机会再来，却被美贤邀请进屋坐下。这时美贤也注意到了门铃，变得更加警觉，发消息给凤喜让他不要回家。闵部长命令马克停止弗兰克的行动，否则他保证这会演变成美韩的外交问题。闵部长提出做一个交易，他们也不想留着那些老特工了，但马克还是不愿意停止行动。闵部长只好联系中国国家安全部，威胁马克立刻停止行动。凤熙因为手机关机，没看到妈妈发的信息，像往常一样回家了。美贤没跟凤熙承认亲缘关系，只是用同学的身份请凤熙坐下，保得儿子一头雾水。吃饭时，弗兰克与凤熙聊了起来。对话中，弗兰克得知这是凤熙的家。弗兰克这次没像以前那样急躁，决定吃饱后再继续行动。美贤也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手枪，双方气氛紧张，都在等待最佳时机。最终马克决定暂时搁置行动。弗兰克站起来结账，还了门铃后便离开。原来美国中情局秘密培养超能力者，与各国进行秘密交易，他们不希望中国知道这件事。闵部长提醒马克，两国实际上都在做相同的事情，这是个不可分割的一体。牵一发动全身，只要有一个超能力者暴露，其他人也无法继续隐藏。美贤非常愤怒，儿子没有收到他的消息，因为这里刚巧差点变成战场。情绪激动的美贤不愿听解释，也不愿谈论弗兰克的事，这导致母子之间出现隔阂。弗兰克小时候被中情局带走后，遭受了极其残忍的虐待。他在爱荷华的玉米田里，与几十名孩子分成几组，每组只有1个孩子能活下来，但这仅仅是开始。高塔上的人随后对幸存者进行扫射，他们面临的只有无尽的死亡。虽然马克表面上答应了闵部长，但实际上仍在继续行动，只是绕过了李美贤。下一个目标是西秀的父亲张周元，代号九龙浦的弗兰克正在查阅资料，差点与304路公车相撞。
启道这才意识到他就是杀害自己父亲的仇人，他立刻让所有乘客下车，驾车紧追弗兰克。经过几次撞击，弗兰克突发奇想，他逆行撞翻了一辆小汽车，阻挡了启道的去路，自己则驶向一条偏僻小道。弗兰克忆起在爱荷华的往事，当时他正赶往指定地点，只留下一个孩子和7个居民，其他人则永远留在了那片玉米田。启道追到了小道，却遭到埋伏的弗兰克撞击。启道拿起电池，下车与弗兰克肉搏，但完全不是对手，很快就被弗兰克放倒，生死未卜。弗兰克继续匆忙前行，赶到九龙浦的炸鸡店，店门虽关，但他注意到外送订单，立即驱车前去，一见九龙浦就直接撞倒。弗兰克异常谨慎，撞倒后反复碾压多次，直到九龙浦彻底无声。任务完成，弗兰克开车回到河边，向上级报告任务完成。但九龙浦并未死亡，他一直藏在车底跟随弗兰克，最后折断弗兰克的手臂，将其头颅踩碎。九龙浦在查看车内的老友资料时，弗兰克的伤势神奇地恢复了。双方实力不相上下，但九龙浦在反应速度和力量上稍占上风，即便弗兰克使出看家本领的西装，也没能制服九龙浦。锋利的铁片穿透了弗兰克的喉咙，无法自愈，一直在流血。但弗兰克还是询问九龙浦，他的孩子是否在金源高中上学。听到这句话，九龙浦彻底失去了理智，一拳接一拳猛击弗兰克的脸。对弗兰克而言，死亡似乎是一种解脱，他的人生早在爱荷华的玉米田就已结束。一切结束之后，周元向弗兰克的上司发出了死亡威胁，还焚烧了文件和弗兰克的尸体。回家后一切如常，开始吃女儿昨晚准备的晚餐。经过昨晚的事件，美贤为儿子准备了充电宝，并告诉他不用留下晚自习，而是直接回家，这让凤熙和西秀失去了单独相处的机会。在回家的路上，304路公交的司机换人了，窗外也不再有那熟悉的黄色身影。凤熙和西秀都很想念对方，但因为信息不通，他们都没有再主动联系对方。当然，这对高三生来说是件好事。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高考前一天，最终西秀打破了沉默，他给凤熙发了条加油的短信。不止如此，他还来到了能看到凤熙家的地方。这次凤熙变得更加积极，随后飞快地走了过来。西秀来这里是为了给凤熙加油，鼓足了勇气。他原以为凤熙是故意躲着他，所以一直没有主动找凤熙聊天，这让凤熙感到很委屈。他赶忙向西秀解释了一切。了解到凤熙的真心后，西秀先是找了块大石头压着，然后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意图。他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怀念，恰好天也应景地飘起了初雪。高考当天，外聘教师还在向崔日焕询问档案的事，但崔日焕依旧对他不理不睬。晚上有人独自闯入学校礼堂，松动了篮球架上的螺丝。第二天，除了准备体育考试的西秀，其他人的考试都已经结束。康勋不想看到西秀和凤熙亲密，就强行要求和他一起打羽毛球。班级的网红还是像往常一样在给同学们录视频。他注意到那些混混又来学校了，他们现在在礼堂的2楼。西秀正在篮球架旁练习跳高，没注意到因震动掉落的螺丝，高兴地向凤熙打招呼。康勋气得打出了一个猛球。一旁录视频的人虽然察觉到不对劲，但为时已晚。一瞬间，康勋和凤熙都向西秀冲了过去，虽被康勋救了，但冷静后他开始四处寻找凤熙。凤熙感到非常自责，他的脚上绑着沙袋，无法及时赶到。而这一幕都被那个不明真相的网红录了下来，并上传到了网上。视频在网上迅速传开了，周元和美贤都看到视频了。到了晚上，凤熙还在自责，觉得自己现在的样子根本保护不了自己心爱的人。他解开了束缚自己的沙袋，开始练习控制自己的能力。虽然摔了几次，但终于有了进展。但见到妈妈之后，凤熙又失去了平衡，摔倒了。母子开始了第一次深入的谈话。凤熙不想再被束缚，她也不想再这样消极、缺乏自信的生活。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母亲的过度保护，让她开始讨厌自己。遇到西秀之后，凤熙觉得自己也能做很多事，如果没有被沙袋绑着，或许能救到西秀。她想飞得更快，飞得更远。其实美贤也不想约束儿子，只是担心凤熙暴露后可能会有和父亲一样的下场。这是妈妈第一次在凤熙面前提起父亲的事，但凤熙没有告诉妈妈，她和父亲常在梦中相见，父亲在云层中安慰着她。视频甚至传到了北韩，相关部门的长官看后，立即派遣了一名高级将领前往韩国。1987年，一架客机在印度洋上空平稳飞行，一名乘客启动了炸弹的倒计时，并把箱子靠在手腕上。小男孩望着窗外的云层，里面居然有人在飞。飞人竭尽全力追上客机，用吸盘握把移到驾驶舱窗外，试图告诉机长飞机里有炸弹，但只有3分钟时间，他能做的实在有限。最终营救行动还是失败了。7年后的安琪部，24岁的李美贤首次来到闵次长这里报道。他是安琪部历史上最年轻的成员，除了体力测验成绩全优，应变能力出众，反射神经迅速超乎常人。但在之前的一次行动中，视力受到重创，
从外勤岗位转为文职，现在属于情报管理局。闵次长召见美贤是有任务要下达，他要和一个叫做金斗志，代号为文山的黑色要员尽量接近，因为他即将执行一项机密任务，次长必须确认他是否合适，选择美贤执行这个任务的理由，闵次长认为非常充分，因为他在这里最有标志性。次长强调这是正规作战，如果做不好需要负全责，会安排斗志来总部报告近况。射击练习从每月1次改为每周1次，通过座机提前通知美贤他的到达时间。为了不让对方起疑，美贤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在斗志面前频繁出现，给斗志留下爱喝贩卖机咖啡的印象。虽然从未主动搭话，但成功引起了斗志的好奇。为了增加相处的时间，闵次长又开始把近况报告改成每周2次，这让斗志的搭档九龙浦相当苦恼。工作量不仅增加了，每次还得被次长派去做各种杂事。留在办公室里射击练习后的斗志拿着硬币向自动贩卖机走去，看到美贤也在，就把硬币收了回去。美贤也迟迟不投硬币，直到斗志过来，两人因此迎来了这次长期策划的初次见面。斗志以没带零钱为借口，希望美贤能帮他买杯饮料。搭档沉迷于恋爱，次长则乐此不疲地玩着扫雷。只有可怜的九龙浦一直忙着写报告。时间回到2年前，在中国延边龙井市的龙井酒店，这里正在举行一项重大活动，邀请了延边本地的情报员以及来自北韩的离散家庭成员。但情况似乎并不简单，黑衣队长命令众人，只有他指定的人才能喝黑茶，其他人都喝黄茶。现在的美贤还只是一名实习生，如果这次任务顺利，他将能成为正式的情报员。但队长对女性非常不屑，认为他们只适合唱歌和泡咖啡。这次的任务是找出与北韩有秘密往来的双重间谍。队长没有事先告诉任何人哪种茶水里有毒，只能让双重情报员什么都不喝，这2种茶水都会让人昏倒。因此现在还清醒的就是双重情报员，而一直在队长身边问东问西的老普显然就是个内奸。队长的计划看起来很严密，实际上却荒谬至极。他认为既然目标是杀掉所有双面间谍，那就把所有人都解决了，这样就能确保目标达成。新的一天开始了，美贤拉开了紫色窗帘，整理了一下仪容，从门边的盘子里拿了几枚硬币。情报局的局长并不喜欢美贤，他不解为什么次长只派他执行任务。尽管美贤出身要员，但在2年前的海鸥行动中，他犯了一个初级错误，局长担心他会搞砸任务。次长对海鸥行动的内幕了如指掌，这次任务他有自己的打算。局长过来，除了给次长泡了杯他讨厌的咖啡，还带来了前3天的录像带。为了让美贤有更多机会见斗志，局长总让他加班，今天也不例外。美贤又一次以送文件为名与斗志接触，斗志现在对来总部充满期待。看到美贤的小白车还没走，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在电梯前四处寻找美贤的踪迹，甚至抛下搭档帮美贤拿文件。队长先在现场扔了颗催泪弹，吩咐队员见人就射，但美贤无法忍受这种无差别杀戮，他一枪也没开。面对命令再扔一颗催泪弹，他只是愣在那里，看着那些被射杀的人。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美贤开始重新思考。他站在镜子前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这次斗志连演示都不做了，直接拿走了美贤的文件，让搭档先走。周元试图反抗，可是搭档斗志毕竟是他的前辈，比他小8岁的美贤入职年龄还比他早，所以只能无奈地搭电梯离开。次长看到周元一个人进来，也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次连陪伴都嫌麻烦，随便找了些杂事给周元做。美贤和斗志在自动贩卖机旁聊起来。美贤是个情报分析官，可以阅览除籍机密外的所有情报。提到周元的代号九龙浦美，美贤觉得很有特色，感觉像武侠小说里的名字。斗志解释说，黑色要员的代号通常是出生地九龙浦，是周元的家乡。斗志突然提到闵次长，他早就注意到美贤故意接近他，因为每次美贤拿的文件都一样，行动失败反让美贤放松警惕。他解释说，刻意接近斗志只是执行命令。斗志理解美贤的处境，闵次长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会毫不犹豫地利用别人。放下了戒心，他们的谈话变得更深入了，发现彼此有不少共同点，都不喜欢喝咖啡，都会按时吃饭。两人一起去了南山吃炸猪排，都点了巨无霸套餐，店里非常热闹。斗志说在20年后还要来这里，这家店让南山因炸猪排出名了。斗志特别喜欢这儿的炸猪排，但他不知道那个神秘的秘方。美贤凭借他敏锐的味觉，尝了一口后就猜出了酱料的配料。大快朵颐后，两人像普通情侣一样逛街聊天。周元在吃瓜，吃得很开心。斗志建议美贤继续他们的计划，因为有意的失败并不算真正的失败。回到车里，斗志感觉樱花落得太快了，推测今年可能特别热。斗志和美贤一样，为了在自动贩卖机买咖啡，攒了不少硬币，这是他们相识的证据。但现在他们不再需要这些硬币了。回到海鸥作战，美贤没有按照队长的命令使用催泪弹，而是引爆了一颗闪光音爆弹。美贤昨天故意没设闹钟，结果今天上班迟到了。这件事让美贤明白了斗志的话，有意的失败不算失败，
炸弹爆炸后，安琪部的人都陷入了一片黑暗。美贤趁机射击打开了大门的锁，幸存者才能安全地离开大厅。由于情况突变，队长不停地呼叫秃鹰进行处理，但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和美贤亲近之后，斗直开始喜欢上了他平时不喜欢的咖啡。美贤问斗直，明知是故意接近，为何没有防备？斗直承认自己已经迷上了他。次长的办公室，局长不明白为什么闵次长不信任斗直，毕竟除了87年那次客机爆炸事件，斗直从未失手过。次长澄清，那次客机事件并非斗直的任务，那是斗直为了救人自发行动的。真正的失败是在海鸥行动中，当时斗直负责空中支援的角色是秃鹰，但他却没有采取行动。办公室里本来人声鼎沸，随着美贤进入，渐渐安静下来。同事们都很忌惮他的特殊能力，毕竟在他面前几乎没有什么是秘密。次长把美贤叫进了办公室，他让秘书小金去拿热水，但小金不小心碰倒了地上的纸袋，录像带洒了一地。次长对小金很不满，不会泡咖啡就算了，还这么笨手笨脚。次长非常依赖咖啡，但局长和小金泡的都不对他胃口，只有美贤泡的咖啡才合他心意。美贤只给次长泡了一杯，毕竟对事物的喜好取决于和谁一起享受。次长询问了行动的进展，这让美贤想起斗直的话，次长是个绝不容许失败第二次的人。如果美贤说了实话，面对的后果不会仅仅是惩罚。除此之外，斗直也希望行动继续，这样就能借公务之名谈情说爱。所以美贤对次长撒了个谎，说行动进展顺利。次长开始许诺，只要美贤做好了这件事，就会给他升职加薪。某个深夜，这次斗智和美贤没找到好座位，美贤总是加班，说如果炸猪排能像中餐那样外送就好了。有外卖服务的话，斗智同意，总有一天所有食物都能外送，哪怕只点1份。美贤不喜欢深色，安琪部公司的员工无论是服装还是车辆都是深色系的。为了和别人不一样，他特地买了一辆白色汽车。从窗户向下看，那抹白就像是海苔上的1厘米。但美贤最喜欢紫色，连窗帘都是紫色的，这也是几10年后他把屋顶刷成紫色的原因。为了让斗直能找到他，两人聊天说笑。斗直很少和人交往，面对心爱的人时会不由自主地讲笑话来缓解自己的紧张，这让他的告白显得不那么可信。次长让美贤接近斗直，是为了探出他的秘密，因此他需要和斗直走得更近。同时次长再次强调，这是一次正式的任务。美贤离开时发现小金在哭，便告诉他次长喜欢的咖啡怎么泡，以及穿衣建议，然后安慰小金。回到办公室，局长尹美贤越来越急，直接向闵次长报告，感觉非常不爽，当着其他同事的面直接责骂他，还给他安排了大量任务，命令他必须今天完成。在美贤加班期间，外卖小哥斗智迅速赶来，美贤却不知道斗智的能力，看到他在5楼窗外吓了一跳。除了炸猪排套餐，斗智还透露了自己的秘密。这时美贤意识到，斗直以前说要在下雪天带他俯瞰大地，并不是开玩笑的。斗直和周元在练习射击，周元双手持枪，与斗直不同，斗直则是单手射击，每一枪都精确击中，压迫肺和支气管之间的位置，这个部位可以阻止对方行动，但不会立即致命。虽然会导致内部出血，但有运气的话可以存活。这是斗直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能想到的最佳方式。斗直一心想着美贤，练习中断，从靶场走开，在一旁静静等待美贤完成工作。斗直解释他以前总是开玩笑，因为不常接触人，想在美贤面前表现得更好，不想显得太拘谨。那些突然的告白都是认真的，不需要斗直解释，美贤已经明白了他的心意。他能感受到斗直的每一次心跳都在表达他的真诚。斗直终于向美贤展示了他的行动。没想到他们的儿子凤熙遗传了父亲的能力，一遇到心爱的人就会不自觉地支持他。看到北韩主席金日成将开南北韩会议的新闻后，次长急忙把美贤叫来，得知美贤还不知道斗直的秘密，次长立刻终止了美贤的行动。局长感到幸灾乐祸，毕竟美贤在海鸥作战中犯了低级错误，不让他执行任务确实明智。但是参与内部监察的闵次长推测，那次行动是美贤故意放人的，他在所有训练中都是得分最高的，怎么可能搞错闪光弹和催泪弹？美贤为了救人，不惜毁掉自己的前途，冒险被当成间谍。同样地，金斗直7年前也是为了救人，赌上自己的生命。因此次长让这2个人道主义者相遇。斗直作为黑暗中的人物，发现有人靠近他，本该消灭对方或报告上级，但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尹次长的计划是让他们相爱，这个目标已经实现，局长也不需要再带录像带来了。在美贤的建议下，小金的着装变得更加得体，不再因咖啡的事被次长责备。当他离开办公室时，恰好听到次长说美贤对他撒了谎，甚至违反了工作规定。小金立刻给美贤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他。美贤利用自己的感官，发现局长办公室的卷笔刀里藏有一枚微型摄像头在不断拍摄，卷笔刀外头贩卖机里也藏着摄像头。美贤的每一个动作都在次长的监控之下，他立刻去找次长面对面的对峙。
次长也直言不讳，让美贤接近斗直，只是为了让他们坠入爱河，这样斗直就有理由回到安启部了。此外，次长还提到他在医院中中风的父亲，并强调美贤是公务员，正因为如此，他的父亲才能住进国家资助的医院，也只有公务员的工资才能支付所需的医疗费和护理费。虽然他因为加班无法去医院探望，但国家会照顾好他的父亲，让他不用担心。这话听起来是安慰，其实暗含威胁。如果李美贤敢有任何轻举妄动，他的父亲将是首当其冲的。不久后，次长把斗直叫走，并交给他一个机密任务。美贤因为父亲的关系，只能等待斗直的返回。但过了10多天，斗直仍然杳无音信。突然，一条新闻席卷全地，距离南北韩高峰会仅剩15天，北韩主席金日成突发心肌梗塞去世。闵次长对此感到非常惊讶，金日成的死竟然不是暗杀。金斗直也一直没有返回，看来斗直的任务就是刺杀北韩总统，阻止南北韩会议的举行。但在和北韩情报市长交谈时，闵次长坚称这是斗直的个人行为。然而局长揭露了斗直潜入北韩的具体时间、确切的事件，这让北韩的市长感到怀疑。闵次长催促大家要考虑全局，现在不是纠结已知情报的时候，避免胡乱猜测。最关键的是，在局势崩溃前抓住金斗直。老狐狸也急了，金斗直迟迟不返回安启部，他威胁大家如果不想失业，就得调动各自的资源，立刻抓住金斗直。因此金斗直成了安启部的公敌。美贤的状况也不容乐观，他去医院探望父亲时都被人盯着。今年正如预料的一样，韩国经历了创纪录的热浪，大家都盼着热浪过去，都在等待下雨。在一个倾盆大雨的夜晚，被绑架的美贤遭到罪犯的访问，两人随意亲吻。监视美贤的人瞄准了斗直，其他人也在赶来这里，他们将面对什么呢？时间回到1990年的蔚山国宾馆，周元慌忙跑到观光夜总会，首先摧毁了自称第一的牌子，然后离开了。在人群中，周元接过了金哥的钱，开始做他擅长的事，打倒所有人后，周元走到夜总会老板眼镜面前，强迫他签下转让合同。按照周元的看法，是眼镜先派人挑衅，周元为了自保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眼镜真有胆识，周元一直都很冷静，直到周元剖开自己的肚子，想要向眼镜展示他的胆量，这时眼镜才不得不妥协。除了金哥之外，帮派里和周元关系最好的是小胖，两人彼此非常了解。当周元在清洗血迹时，小胖在一旁吹嘘延吉帮派是如何从小港口打拼到现在的，这都是周元的功劳。虽然现在在大城市，但周元从未忘记自己的根，他经常怀念家乡的美式翻车鱼。6个月后，一个醉酒司机撞到了周元，周元提出和解，但司机坚持要去医院，周元没有办法，只好当场展示他的武侠小说中学来的正武术，表演收费30万韩元。走了没几步，周元突然迷路了，但一个骑电动车的小红帽给了他一个方向。周元跟着车辙回到普拉斯汽车旅馆，408号房是他长期租住的地方。回到房间，周元打开了电灯，照亮了一片杂乱无章的房间。他把钱放进印有颜值的咖啡厅广告的纸盒里，然后打开了电视，正在播放的是摔跤节目，浩克选手再次获得胜利。周元去夜总会找金哥，没想到他正和仇敌眼镜推杯换盏。看到眼镜对金哥不敬，周元刚要爆发，金哥阻止了他的行动。等到了晚上，金哥特意准备了翻车鱼来讨好周元。他解释说，是眼镜提出要把2个帮派合并的。金哥表示同意，毕竟眼镜掌管着众多企业，对黑帮来说，赚钱才是最重要的。但周元的看法不同，他混迹帮派只是为了保护兄弟。周元到了旅馆，基本上每天都宅在房间里看武侠小说。今天他在读《雪山飞狐》。旅馆的同层还有一户爱打牌的租客，今天他们叫了研制咖啡外卖，由小红帽负责送达。周元再次光顾夜总会时，小胖已经被提升为管理部长，他对周元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研制咖啡厅提供的外送服务不仅有咖啡，顾客加钱还能享受陪睡服务，这在行业里叫做买票。那天杂碎1号和小红帽发生了冲突，小红帽因为生理期拒绝提供买票服务，但杂碎1号就是不肯放过，两人因此大吵一架。傍晚周元开始工作，他被一辆汽车碾过，刚拿到的和解金还没捂热，就得交给旅馆老板娘作为房租。老板娘给了他房租折扣，条件是周元那晚不能开灯，也不能同时开窗和暖气。旅馆和研制咖啡厅有合作关系，每当有外送咖啡，老板娘都会在专用笔记本上登记。今晚小红帽又来送咖啡了。周元梦中有条翻车鱼在游荡，噩梦的记忆突然涌上心头，他一身冷汗惊醒。电视正在播报最新政策，总统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周元出了门，不小心撞到了刚下班的小红帽，两人聊了几句，聊起从相遇的情节到电视剧的话题。由于旅馆的墙壁太薄，小红帽常能听到周元房间里的摔跤节目声音，他觉得周元很奇怪，通常遇到年纪大的大叔，这些咖啡厅女服务员通常会受到不礼貌的对待，
但周元实际上年纪不大，只是留着胡子显得老。周元在夜总会遇到了眼镜的手下求助，那人曾是他的手下败将，但现在两帮派已经合并，周元就没有找他麻烦。他走进大厅，金哥和眼镜正在喝酒。小胖看到周元吓了一跳，因为金哥如今对眼镜唯命是从，他不在乎有多少兄弟曾被眼镜的人送进医院，只要能赚钱，他愿意做任何事。他背叛了周元这位兄弟，忘记了是谁曾帮他挡刀。之所以能来到蔚山，也是因为周元挨了无数刀换来的。眼镜给周元最后一次机会，叫他喊一声大哥试试。周元当然不肯，又是一个碰瓷的日子。但今天周元比较倒霉，遇到了肇事逃逸事件，虽然没追上人，却在路上遇到了小红帽。周元真是个路痴王，每次碰瓷后总迷路。小红帽虽然把回旅馆的路描述得很清楚，但周元太简单，还是搞不懂路线。他在小巷中徘徊良久，旅馆旁的教会红十字始终显得那么遥不可及，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小胖当和事老姐兄弟之争，安排了个饭局给周元和金哥。几瓶清酒下肚后，连从未醉过的周元也醉了。两人聊起小胖的成长经历，金哥知道小胖成了部长后，感到非常惊讶，很快就醉倒了。周元也紧接着倒下，醒来时面前是球棒和一帮小弟。眼镜一边吃花生一边嘲讽周元。周元被绑在车座上，手铐在方向盘上，旁边是还在昏迷的金哥。眼镜这么做是因为周元没抓住他给的机会，他命令小弟把车推进河里，打算淹死他们俩。当车即将坠入河时，周元求眼镜放了金哥。眼镜见他这么忠诚，才说出了真相。所谓的帮派合并其实是金哥的建议，之前闹事也是金哥先派人的。周元的小弟们入院也是因为金哥挑起的事端。金哥利用周元的单纯，一路从小县城到蔚山，把他当成肉盾。至于眼镜怎么知道周元的弱点，全靠最了解他的小胖告诉他，正是他透露给眼镜的，想要彻底杀死周元，下药后把他沉到河里最保险。汽车慢慢沉没到河底，周元掰断自己的手指，挣脱方向盘上的手铐，随后拔掉座椅，摘下脖子的绳索，再解开脚上的绳子。他不再理会那个忘恩负义的金哥，独自一人上游而去。不知是药物作用还是濒死幻觉，周元眼前突然出现一条巨大的翻车鱼。周元死里逃生，看着手中像鱼钩一样的手铐，心里的杀意开始沸腾。他首先解决了眼镜，还在他嘴里塞满了花生。小胖在地上不停地求饶，满脸恐惧，但周元并没有轻易放过他。他用手铐勾住小胖的嘴角，一用力让他变成了半个小丑。听完小胖的故事后，尹次长情不自禁地鼓掌。他接到消息后赶过来，没想到来晚了一步，周元已经离开了现场。闵次长与小胖达成了一个协议，只要小胖能抓到周元，闵次长就保证小胖的地盘不受国家打击犯罪行动的影响。周元在巷子里走了几个小时，再次见到小红帽时，他无助地哭了起来，因为他找不到回家的路。看着周元无助的哭泣，小红帽心里也不忍心，骑着电动车把周元送回了旅馆。回到家之后，周元看《射雕英雄传》看得心神不宁，他开始想念小红帽，便整理了一下书本，清理了垃圾，把手指和屋里的灰尘都清理干净，然后拨打了旅馆的座机，点了一份咖啡厅的外卖咖啡。挂断电话之后，周元刮掉了半年留下的胡子，瞬间看起来年轻了20岁。但他感到失望的是，来的人不是小红帽。周元凭借自己的自愈能力，喝完了滚烫的咖啡后让对方离开。这样循环了3次之后，老板娘不禁赞叹周元真的精力充沛。第4次终于轮到小红帽来了，他查看了笔记本，发现周元的房间已经来过3次人，心里对他已经有了偏见。通常人们喝咖啡是为了聊天，周元也是如此。他谈到自己已经在旅馆住了4个月，平时喜欢看武侠小说，说武侠小说都离不开爱情故事，好人胜利后通常会和所爱的人共度余生。但周元这次不同，他这次喝得非常慢，直到咖啡完全凉透都没喝完。周元谈到了他的幽闭恐惧症，他总是把电视和窗户开着，这就是原因。电视上还在播放摔跤比赛，两人从摔跤手浩克聊到了绿巨人浩克。小红帽喜欢绿巨人浩克，因为他虽然外表像怪物，但他的内心却是善良的，这都是因为周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缘故。周元一直相信好人终将胜利。看到小红帽要离开，周元提议买票，但他并没有其他意思。周元只是想在一起喝杯咖啡聊聊，但小红帽觉得没啥好聊的，最终还是身体上的交往。如果周元真想喝咖啡，那就直接去咖啡店。周元说他找不到路，小红帽觉得这只是借口，还说什么点外卖咖啡，其实就是想见他。小红帽回到咖啡厅后，老板娘出于好奇问他在408待了这么久干嘛。小红帽表面上说他讨厌那些多愁善感的浪漫主义者，说再多最后都是想上床，但老板娘觉得周元这么做是因为爱。除了小红帽，其他女孩去周元那儿都是直接就回来了。听了这些，小红帽对周元有了新的看法，毕竟哪个女孩不喜欢浪漫呢？小胖在眼镜去世后接替了他的位置，虽然人手很多，但始终找不到周元的下落，只能对手下发泄求助，让他放心。周元的特殊能力
迟早会引发麻烦。帮派已经在全国布置了人手，现在只能静静等待。周元每天都会点小红帽的咖啡，两人关系也越来越亲密。周元会邀请他假期去旅游，推荐他喜欢的武侠小说，就连老板娘也知道他们的关系。只要是从408打来的，总是让小红帽去外送。周元特别照顾小红帽，怕他冷会把窗户关上，知道他不喜欢摔跤，所以他来的时候不看电视。日子一天天地多，纸盒子里的存款快用完了，周元得开始赚钱了。4人帮还在那赌钱，为了报仇，杂碎1号提议整治一名咖啡厅小姐，就是那个之前顶撞他的小红帽。周元借了武侠小说回来，注意到门口的小红帽电动车，即使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周元也不想放弃，边读小说边喝咖啡。他经过杂碎的房间，听到里面传来小红帽的求救声，门打不开，他立刻回到自己房间。小红帽正在被4个人围攻，头上已经受伤流血，但他依然奋力抵抗，大喊要把这帮杂碎干掉。这时周元一次次撞击着墙壁。杂碎1号，一些帮派背景的人威胁周元，说自己亲哥是黑帮瞎狗派的老大，但周元不在乎这些，把那4人都干倒了，并把他们锁进了杂物间。老板娘害怕的连租金都不要了，连夜把旅馆关了逃跑。小红帽因头伤去了医院，但伤势不重，正在接受治疗。这时周元才知道他的名字叫黄窒息，窒息的息就是那个息。到了晚上，杂碎1号醒来后立刻逃跑，他打开杂物间的窗户跳了出去。周元听到响动之前，帮派本能让他察觉到情况不对。本应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人影乱动，周元出其不意的一拳放倒了2个小喽啰。这些人是瞎狗派的，领头的是杂碎的亲哥瞎狗，但周元不管他是不是瞎的，一拳打断了他的狗牙。紧接着一个人挑战一群人，解决了大胖后，周元整理了一下衣服。旅馆里到处都是人，老板娘选择关门跑路真是明智，但战斗还没结束，周元还没来得及休息，球棒接到消息后赶来了。这次球棒做好了充分准备，为了防止武器被抢，他把球棒绑在手上。小胖因为害怕，和杂碎1号刚坐车没多久就有动静，有人把球棒从楼上扔了下来，但那人其实不是球棒，而是周元穿了他的衣服，这是为了引开一大群人。但看到小胖时，周元没忍住怒气冲天，把球棒砸向了小胖，但小胖没被砸中，他按喇叭求救，周元只好逃跑。闵次长要小胖把周元逼到绝路，他想看看周元的真正实力。窒息一回到咖啡厅，就试着给周元回电话，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得知旅馆区已被警方封锁，窒息一下子慌了，抓起车钥匙冲向旅馆，但人腿怎敌得过4轮车？周元很快就被追兵追上了，为了逃生，他只好从3楼跳下。追兵又一次发起攻击，周元用2块砖头解决了一辆车，自己也被撞倒，好在恢复能力惊人，很快他就从跛行变成了短跑状态。负责管控的民警听到了动静，但受到上级的命令，他们不敢贸然行动。窒息趁机骑电动车闯了进来，闵次长非常狡猾，让斗直去监视周元，不论发生什么都不许出手，如果周元死了，那就证明他没什么用。窒息找到了周元，虽然情况不明，但窒息不愿意放弃他，为了让周元跟他走，故意给追兵看点狗粮，声称自己是周元的女朋友。周元上了车，他们从夜晚行至天明。窒息觉得最终一定能赢，但周元自知不是好人，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过去，他曾经有过杀人历史。窒息相信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周元不再放手，他努力紧贴窒息，希望这一刻能永远停留。但美好的时刻总是短暂的，追兵从前方快速靠近，2人被撞飞。周元竭尽全力保护窒息，但撞击还是让他昏迷过去。周元立在他身边，奋不顾身冲向再次驶来的汽车，他打碎了车窗，对着司机和副驾驶挥舞拳头，疯狂转动方向盘以避免撞到他，但最终还是连人带车滚下了悬崖。剧烈的撞击使周元倒地不起，小胖趁机捡便宜，拿着枪来嘲笑他。就在他准备开枪的瞬间，天上的身影将他射杀，子弹并未射向肩膀。这是周元和斗直的初次见面，他被送往了医院。看着阳光下的红色头盔，头盔上的刮痕让他想起了周元。病房里的病友都是年岁已高的老婆婆，他们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彼此之间早已无心闲事。于是他开始讲述他和周元的故事，这是一个斗殴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时间快进到6个月后，周元向闵次长报道，今天是他的实战演练日。闵次长销毁了他的前科记录，他正式成为国家的秘密战士，未来将与搭档共同行动。闵次长强调，2人不需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也不能称呼对方的名字，只能互称知己。在研制咖啡厅，窒息正在和同事分享武侠小说，周元过来找他，他希望能和窒息一起喝杯咖啡。这是由于安琪部的训练，这也是半年来2人的首次见面。周元直接表明了自己的目的。镜头切到1992年，俄罗斯某座大楼的顶部，周元在复述任务细节，斗直正在装备自己。今天他们打算一起欣赏夜景，目标一位被俄罗斯人控制的博士，对方逼他输入手提箱密码。江博士知道自己的用处就这么一个，
要求回到北韩后再透露密码。旁边的枪手只给他3秒考虑时间。空中的周元和斗直已经制定好计划，一如既往，斗直在空中开枪，周元在地面进行救援。作战开始，斗直把周元扔下去，正好砸死了那个倒霉的枪手。周元还没来得及起身，斗直已经开枪干掉了一个人。周元接着制服了几个人，与敌方的光头首领激战。周元利用敌人的枪扫射，斗直在大楼里飞着不停射击，对敌方人员连续开火。战斗很快就结束了。江博士趁机试图逃跑，但光头还没彻底死去，他举枪瞄准了江博士。一如既往，周元飞身挡子弹，斗直击毙了光头，他们成功救出江博士。斗直向江博士发出邀请，他的家人已经被安全送往南海，希望江博士也一起去。现在决定权在他手上。斗直因为之前把周元扔下来，周元大声呼喊他的名字，回家时就不带他看夜景了。周元气得在原地打滚。镜头切换到1993年的香港，两人刚在后面的大楼完成任务。斗直买了2份蒸饺，周元在挖子弹。为了不留下疤痕，斗直拿出了父亲留下的遗物，把弹簧刀借给了周元，然后两人开始吃蒸饺，坐在沙发上享受片刻的安宁。转到1994年的安琪部，闵次长以美贤的父亲威胁他，命令美贤一定要活捉斗直。斗直见完美贤后，被带到了安琪部，带队的特工后来成了金源高中的门卫。周元也听到消息赶来，丁闵次长要单独见斗直，特工们没让周元跟着，斗直让周元去喝杯咖啡。像往常一样，周元走向自动贩卖机。不久，美贤也赶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了某样东西。斗直和美贤见面时，被安琪部的特工追捕，他奋力反抗，挣脱了几名特工，并用弹簧刀挟持了1名特工，敌众我寡。斗直想拿枪，却发现枪已被美贤在拥抱时偷走。美贤把枪口对准了他，斗直不再反抗，扔掉手中的刀，任由安琪部的人带走。所有人都走后，美贤捡起地上的刀，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事情。他感觉极其痛苦，但别无选择。斗直被带到了闵次长的办公室，闵次长开始质问他，问他为何到了北韩后没有发回任何报告。他想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斗直明白这一切，这次任务是闵次长私下给他的，并未得到青瓦台的批准。他成了安琪部的弃子，他被背叛了。于是他要求闵次长交出李美贤，他是要活下去，哪怕南北韩都成为他的敌人。然后他向闵次长发起了攻击，闵次长脸上挂彩，不再嚣张，命令手下立刻放下武器。斗直在高空中破窗而出，挟持闵次长。如果安琪部的人开火，闵次长肯定死定了。斗直不顾一切回来，全都是为了美贤的安全。他当众否认与美贤的关系，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为了这份情感，斗直朝美贤开枪，周元用胳膊挡下了子弹。随后斗志带着闵次长飞走了。这一切都在斗志的计划之中。之前拥抱美贤时，他让美贤把口袋里的枪拿走，以此威胁自己脱身，然后将弹簧刀交给了周元，这样周元就能帮助他。甚至连周元挡枪的位置都是斗志事先请求的。像往常一样，他在空中射击，周元在地面救人。事情结束后，周元没有取出那颗子弹，除了这把刀之外，那是斗志留给他的唯一纪念。第二天，军警在青瓦台附近的树上救出了闵次长。那老家伙被吓得够呛，被发现时已经尿了裤子。这件事没法向青瓦台做出合理的解释。闵次长被降了职，安琪部原本的绝对权力也开始逐渐减少。日子一天天过，美贤的父亲去世了，他变成了孤身一人，也终于摆脱了安琪部。但斗志始终未归，美贤非常想念他。美贤被调到其他部门，他希望能在靠窗的工位工作，因为那里一抬头就能看到天空。他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休息时会点炸猪排外卖。他一边在玻璃长廊喝自动贩卖机的咖啡，一边抬头望向天空。时间慢慢流逝，安琪部表面上更名为国家情报院，彻底改变了以往的形象，变成了一家为国民服务的情报机构。一个在安琪部工作的职员向老朋友们透露了一个特殊的秘密，他曾见过黑色要员飞上天空开枪扫射，但这种荒谬的事情自然只换来了朋友们的白眼。在一个下雪的日子，美贤听到身后有规律的脚步声，他心知他终于回来了。美贤整日望着天空，没想到斗直却是走过来找他的。斗直履行了他之前的承诺，他用双臂紧紧抱住了美贤。雪天里，带他上天空俯瞰这片大地。不久，他们的孩子就出生了，一家3口住在郊外。斗直在那儿种了很多苹果树，他开始享受普通人的生活，也不用超能力了。养孩子真是累，凤熙总是时不时就哭起来。连增是训练满分的前黑色要员，美贤也受不了，吐槽说养孩子比训练还累。某天凤熙突然会飞了，他们比激动更担心孩子的安全。斗直立刻给房子装上了防火设施，生活似乎并未受影响。直到南北韩领导人签署了共同宣言，正式宣布结束分裂，结束了52年的韩半岛冲突。闵次长也被任命到国家情报院的策划部门，那个前局长还在。闵次长要在这里重建安琪部，首先要召集所有人，除了九龙浦、美贤和斗直因为儿子的原因
开始考虑搬家的事。斗直打算搬到首尔郊区，在那开一家炸猪排店。美贤负责做饭，他则负责打扫洗碗和送外卖。美好的生活让他们睡觉时都手牵手。看到父母这么恩爱，凤熙也飞起来了。一天，凤熙追着蝴蝶玩，但蝴蝶飞出了窗外。美贤匆忙回家做饭时，没找到凤熙，他慌张地到处喊着凤熙的名字。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斗志急忙回到家里，家的大门敞开着，但看不出有人闯入的痕迹。斗志先安抚了好美贤，然后抬头看向天空，确定那声音肯定是从云层上传来的。他立刻上天寻找，果不其然，凤追逐蝴蝶飞到了云上，但他控制能力不稳，无法下来。自凤熙觉醒后，美贤一直很担心，他以为一切都结束了，但凤熙的能力让他始终无法放心。为防止类似情况，他们给凤熙腰间绑了根绳子。那天，一位大叔来果园买苹果，来的人是校长老赵。安琪部已经注意到他们了。夜里，美贤听到外面有数十人靠近，为首的是镇川彭平和罗周。斗直拿出了防身手枪，他准备引开这些人，让美贤和凤熙有机会逃跑。这是为了保护凤熙，绝不能让人知道凤熙的特殊能力。斗直不想让凤熙过自己这样的生活，他向美贤承诺会去找到他们，不计代价。斗直用常用的战术，先制服一个人，再利用那人的枪扫射。他并没有飞得太快，这样就能吸引更多追兵。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人闯进了屋内。美贤带着儿子躲到了屋顶，成功避开了搜查。罗周利用透视能力看穿了树木，用枪将斗志射倒。随后镇川加入战斗，但他的力量明显不足，很快就被斗志打倒。尽管彭平有电瓶加持，还是不敌斗志。一记猛烈的后背撞击让老同志喘不过气来。尽管如此，斗志还是被制服在地。特工趁机给他戴上了手铐，并拴上了绳索。接下来是斗志和镇川的拔河比赛。敌军离开家后，斗直向美贤发出了指令。美贤接到指令后，立即开车带着儿子迅速离开。行动队长命令罗周放下枪，因为斗直的家人已经安全逃脱，他已无危险。队长正是海鸥行动中的黑衣队长。接下来是美贤和儿子的逃亡之旅，但美贤没有察觉，老赵正如同毒蛇一般紧盯着他们。斗直离开后，安琪部门日渐强硬，黑色药园部门遭到废除，周元也从外勤转为文职，整日与电脑为伴。济公交上下班，今天又一次把包忘在了公车上。虽然生活艰苦，但老婆的一笑就能驱散所有烦恼。今天是每月一次的烤肉日，他们住在公务员租赁公寓里，门口挂着他们的婚纱照。他们的生活依旧像新婚时一样充满爱情。周元已经做了不少时间的文职工作，打字还是只用2个指头。他不熟悉电脑软件的操作，胳膊上的疤痕提醒着他，这工作并非他所向往的。又到了烤肉的日子，志熙想喝点烧酒，但一个人喝实在无趣。周元对酒精有免疫，他从未醉过，但这并不全是件好事。周元不能用酒精来忘却烦恼，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志熙感觉到了周元的不对劲。周元很怀念外勤的日子，现在的工作让他觉得没有价值。志熙支持周元的任何选择，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希望周元能追求他的梦想。第二天，周元准备了辞职信，抽屉里的婚纱照激励着他，但随后的情况让他重新考虑，要续约现在的房子，就需要在职公务员证明。为了生活，他不能辞职。周元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去小餐馆借酒浇愁，试图忘却不愉快，却发现喝了24瓶烧酒也没醉。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幸福，尽管工作单调，但能维持现状。周元决定忍受，他换了一个全新的公文包，决定就这样过着单调但幸福的生活。然而，一成不变的工作因一场意外被打破。北韩的武装间谍通过潜水艇潜入国内，晚上周元因软件操作失误不得不加班，想不到突然闯进来一个不请自来的客人。闵次长来这里是想给周元一个提议，他很了解周元的个性，给了周元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新闻里报道，北韩的间谍一个个死去或被捕，但还有8个在逃。周元在阳台上抽着烟，边抽烟边考虑闵次长的提议。当他熄灭烟头时，自愈的伤口显露了他的不甘心，他怀念以前的生活。第二天，周元准备好了，他接受了闵次长的提议，整理好了行装。时间推移到1996年10月，还有5名北韩间谍在逃。周元跟着中队在江原道进行搜寻，搜寻已经持续了10天，派来的军队士兵伤亡惨重。今天是周元到这里的第1天，士兵们对他不太了解，只知道他是国家派来的特别人员。中队长人很好，主动给周元拿来泡面，还有用来隐蔽的军靴和军装。搜寻进入第3周，军方今天虽派出了直升机，但间谍们还是甩开了追捕。某个夜晚，终于有了发现，周元所在的中队遇到了闵次长派来的老赵。老赵讲述了闵次长的计划，这次派他们2个来，如果能发起令人自豪的攻击，那就是安琪部重建黑色药园组织的机会。老赵是闵次长的特异功能者之一，他擅长寻人，不会错过任何人的痕迹。第2天，中队按照老赵的指示前进，家里不知道买了多少次烤肉。搜寻已经持续了49天，老赵根据地上的冰链痕迹判断，
间谍们刚刚过去了30分钟，老赵阻止了跟随的周元。根据他的推理，间谍队伍中有异能者，他的步伐远超常人，这也证明了闵次长的猜想，北韩确实在秘密训练异能者，这也是闵次长派周元来的原因。从94年7月后，就有情报显示北韩为了对抗南韩，在培训异能者，只要确认这一点，安企部就能重组黑色要员组织。这次的搜查行动，国家动用了30多支部队，调动了数十万预备军，搜查已经超过40天，但间谍们仍未全部被捕。如果没有异能者，这是说不通的。老赵对周元说了谎，间谍其实是大约10分钟前经过的，中队很快就会与间谍发生激烈的枪战。他故意让周元晚些时候再过去，目的是为了攻击他们，需要在人们最危急时刻英雄救场，增加戏剧性。周元当然不会听他的，他推开老赵向间谍方向狂奔，前方很快发生了交火，对方间谍接连击倒士兵，混战中一名士兵的弹匣卡壳，周元冲上前去顺手救下了他。这名被救下的士兵正是凤西和西秀，扳倒周元中队提供掩护，解决了最近的一名间谍。尽管第2名间谍还没被解决，但周元吸引了敌方的火力，中队长借机成功将其击毙。不知从哪里飞来一枚手榴弹，周元用身体盖住了手榴弹，幸好没有受重伤，但远处的狙击手已经锁定了他，一枪打毁了他的面部。中队长正准备反击，却被敌人射杀。随后中队的士兵开始装填迫击炮，对狙击手所在区域进行猛烈轰炸，成功为中队长复仇。但战斗还没有结束，山坡上开始滚落石块，士兵们被石块击中并压伤。这不是自然的山崩，而是北韩的异能者在作祟。他在高处撞击石块，周元一边躲避石块一边向上冲。很快，周元与敌方异能者面对面，他试图用舍身踢攻击，但敌人力大速快。周元决定采用近身肉搏战，明知硬碰硬不是上策，敌人将周元扔下山坡，但没有趁胜追击，只是恶狠狠地威胁说一定会回来，要为北韩复仇。周元回到现场却无法感到快乐，又一位伙伴离他而去，他的脚上还穿着中队长送的军靴。老赵却显得很高兴，因为现在他确信北韩存在异能者，这成了他重建组织的理由。周元警告老赵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他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老赵，自己本可以救下更多人。看到电视报道的死亡人数，心里很紧张，心情非常焦虑。周元安然无恙地回来了，真是万幸。但他心情很低落，他自责没能救出中队长，想吃中队长最初给他的那包泡面。现在确定北韩确实有敌人，领队长很快将重返中央。屋里的人都是新的黑色要员小组成员，九龙浦被任命为组长，横平罗州和振川作为小组成员。振川因为自己的力量而不服九龙浦，他用力捏扁了九龙浦的手，但九龙浦的脸色丝毫未变。临走前，九龙浦威胁振川，幸亏自己有自愈的能力，否则振川的下场会很难看。把笑容留给爱人，把担忧和寂寞留给自己。每天送周元出门就是这样的感觉，这就是内心的真实写照。今天是每月1次的烤肉日，周元又开始找借口，窒息不得不说出真相，烤肉只是他想让周元早点回家的借口。今天其实是窒息的排卵日，他希望有一个像周元这样的女儿。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周元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不久后，窒息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每天送丈夫出门也不再枯燥，有了女儿西秀的陪伴，窒息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日子一天天过去，女儿也在慢慢长大。这天，周元又因工作出差，任务结束，刚从轮船上下来，手机因没电而关机。周元迅速跑步前进，跑到公用电话亭报个平安，却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窒息和西秀出了车祸，窒息当场死亡，女儿西秀被紧急送往医院。周元赶到医院，确认女儿安全后，他的情绪再也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光芒熄灭了。他无助地找寻回家的路，等他的只有黑漆漆的丧服。无尽的悲痛淹没了周元，他仿佛行尸走肉，脱下衣服，换上丧服，站在窒息的遗像前。他再也找不到他了。周元向窒息发誓，一定会好好照顾西秀，忍不住又哭了起来。车祸后1周，西秀出院了，父女俩带着窒息的遗像回家。随着爱人的离去，周元的眼泪也干了。他发誓要保护西秀，他不会再哭了。鞋柜的3个格子里空了一个，那是留给窒息的。为了照顾女儿，周元申请回到文职工作，但闵次长提出条件，必须随叫随到，否则他的位置不保。时间来到了2003年夏天，康勋的父亲去送火了。他有智力障碍，手表是他的宝贝，靠他确保准时接康勋放学。这里很快要进行复原工程，所有当地商贩将被迫搬离。卖鞋的康勋一家也是这样，其他摊贩也有类似的期望，他们希望大力士财满能加入抗议行动。财满虽然不太会交流，但他的妻子申洁非常彪悍，他大声责备邻居不要利用他丈夫，否则他不会手软。财满的心里没那么多心思，他的世界里只有儿子和妻子，他总担心康勋是否过得好。他很庆幸儿子能像他妻子一样聪明。今天财满为儿子准备了亲子装和手表。闹钟响了，是康勋放学的时间了。财满来不及吃饭，
他以超长的速度冲向幼儿园。由于财满的智力问题，他的妻子申姐在暗地里也受了不少委屈。3年前，为了保护自己，财满失控伤人，被警察带走时，他留下了还是婴儿的康勋。这时电热毯短路起火，康勋因此烧伤了肘部，留下了很大的疤痕。不久前，财满刚出狱，但儿子对他已经很陌生了。看着康勋的疤痕，财满心里非常悲痛。周元也开始了单亲生活，手忙脚乱，早餐虽做好了，孩子几乎没吃，匆匆忙忙地送孩子上学。财满的做法不同，他会在指定时间才从家出发。今天父子关系有所缓和，康勋主动牵了他的手，平凡的日子也有温馨和幸福。父女俩一起分享雪糕，一起叠衣服，一起在沙发上依偎睡觉。康勋和父亲一起等着手表闹钟响，然后手牵手一起去上学。周元虽然做文职工作，但他并不是在家办公，通常需要请个保姆照顾家里。西秀参加了复原工程的活动，政府派了很多警察，摊贩们自发组成了防疫队，还举着告示牌在示威。康勋的家也得派人出去，但参加抗议的可能会被抓，有前科的人参加风险更大，处罚也会更严厉。为了能再见到康勋，财满听了老婆的话，乖乖去接康勋放学。放学时间是在傍晚，周元这次又回家晚了，保姆已经走了，女儿西秀等爸爸等到睡着了。示威现场开始激烈冲突，警察开始围攻，派出了很多打手，摊贩们被打倒在地。申姐刚要撤退，但打手们已经封锁了退路，他们不只是要抓人，还要清理掉摊贩的货物。康勋家的鞋摊已经被装上车，因为时间太晚，财满很担心他的老婆，决定出去接他，和儿子约好在他睡前一定回来。这时外面突然下起了暴雨，示威活动已经结束，所有参与者都被抓上了车。看到老婆被抓，财满忍不住爆发了怒火，一阵冲撞把拦他的警察打翻，飞快地抓住车窗上的铁网。警察动用了高压水枪，不一会儿，人和铁网一起被水冲了下来。这时财满恢复了理智，听从老婆的劝告赶紧离开。周元在家给女儿做晚饭，闵次长传来了新的任务，为了保持生活现状，周元不得不接受任务。财满被警方困在下水道里，所有出口都被封锁了。闵次长也来到了现场，悠闲地吃着面条。周元整理行李准备出发，贴心的女儿帮他开了感应灯，送周元出门。和之前窒息的场景一样，门上多贴了一张画，西秀的全能父亲。周元一到现场，警员向他解释了情况，李财满有暴力犯罪的前科，他的妻子已经被逮捕，他还有一个4岁的儿子。周元走向唯一的出口，一个狡猾的人摔倒后进入排水口，发现正砸井盖的财满，得知周元来抓他时，财满反应激烈，一拳把周元击倒，但周元很快就站了起来，再次抓住了财满。力大的财满一度占上风，用铁管把周元钉在墙上，但毕竟格斗技巧不如周元，很快又被周元击倒。但当周元提到康勋时，财满的眼神发生了变化，他不允许别人伤害自己的家人。周元灵活躲过了那致命一击，紧接着抱住对方的腰把他撞昏过去，然后不停地朝他的头部猛击。隔壁卖鱼的申姐发现自己的儿子程宇不见了，很可能是被大雨冲到了下水道。周元很快清醒过来，抓到了正要逃跑的财满。财满利用4根柱子的地形来回移动，不断向周元挥拳，结果不小心背上了手铐。财满不甘心就这样被抓，继续对周元猛打，试图挣脱束缚，却被周元一个锁喉制服，渐渐失去了意识。警察队长得知儿童失踪的消息，立即召集人手，在地面和地下水道搜索。周元正带着财满准备离开，却听到了儿童的求救声。程宇就在水泥墙的另一边，他们之间隔着2个铁栅栏。周元一次又一次的猛击墙壁，刚醒来的财满也加入了救援，两人合力最终打穿了水泥墙。警察队长对闵次长不理不睬，坚决要深入下水道进行搜救。这也间接显示了安琪部的权力已大不如前。他们最终找到了抱着孩子的周元，财满被周元释放了，因为他和周元一样，都向孩子承诺一定会回家。在闵次长眼里的傻瓜，只是一个愿意为家人牺牲一切的人。闵次长决定不接受李财满，觉得这种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人对自己没有任何用处，于是派人去抓捕李财满。抓捕过程中发生了意外，几名特工被康勋击退。这是闵次长首次了解到超能力是可以遗传的。他看着周元，心中悄悄萌生了邪恶的念头。周元顾不得其他事，现在首要的是确保女儿安全。他急忙回家，来不及吃女儿留下的晚饭，拿起窒息的遗照，带上笑嘻嘻的小熊和书包，背上孩子，拿起门口的全家福。那个晚上，他删除了所有能追踪到他的信息，带着所有的东西离开了炸鸡店的平凡夜晚。女儿西秀提起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固执又无聊但非常善良的朋友。朋友的话总是让他受益匪浅。之前的一次谈话让西秀想起了车祸的情景，那时妈妈看到他没受伤，脸上挂着微笑。老父亲找借口让西秀回家。一个人的时候，周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个人的生活真难熬，他很想念与窒息相伴的日子。孤单时连悲伤都感觉孤独。周元离开的第2天，
老赵已经确认了超能力遗传的事实，除了李才满的儿子李康勋，张熙秀也继承了父亲张周元的复原能力。之前的车祸也是老赵策划的，根据他的计划，当时不应有人生孩，更不用说张熙秀只住院1周就完全恢复了。为了安琪部的未来发展，老赵提出了一个名为国家才能的计划，这是一个育成事业的方案，展望未来，培养那些有异能的孩子。目前已确认的有异能的孩子包括李康勋、张熙秀和金凤熙3人，更不用提彭婷和罗周了。老赵在找人方面非常有自信，没有任何线索能逃过他的眼睛。而且，现在的异能者很快就会老去，世代更替的一天终将到来，不如提前做好准备。老赵自荐，遍搜全国，为安琪部发掘更多人才，但此事涉及广泛，需要系统化的制度。老赵计划先找到有潜力的孩子，在他们的学区内建造学校用作基地，毕竟孩子们总是要上学的。虽然这个计划很冒险，但这是挖掘和培训人才的最佳方式，并持续进行管理。尹次长最终同意了老赵的计划。在金源高中的礼堂，由于上次的事件已被封锁，混混姬修独自来到这里，不禁回想起副班导曾对自己所做的事。熙秀叫康勋出来，主要是为了感谢他救了自己的命，同时也询问了康勋关于异能的事情，但康勋不愿多谈。康勋向熙秀透露了更多情况，他已经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并且因为不想太早回家，高考后还在学校逗留到很晚。这一切都要追溯到3年前，那时他的父亲因暴力伤害公务员，刚刚服完10年的刑期，但仍被视为需要保护和监管的对象，腿上绑着带垫子的脚镣，不能离家。金源高中的校长老赵就在那时找到了康勋，他还是国家情报院的科长。老赵抓住了康勋的弱点，只要康勋同意就读金源高中，就能解决他的升学问题，还能抹去他父亲的前科。回到现在，副班导没收了当时那位拍下康勋救人场面的女同学的相机，说毕业后会还给他。班导崔日焕感觉昨天礼堂的事件可能与副班导有关，但现在是学期末，副班导不太可能做这种事。学校里暗流汹涌，甚至那位出场不多的扫地阿姨看起来也不简单。女同学不仅失去了相机，连她的社交媒体账号也被封了。同学们建议她重新开个账号，并重新上传视频，但她需要先取回相机里的记忆卡。由于礼堂的意外，今天学生都提前放学了。崔日焕叫熙秀到办公室，凤熙显得心不在焉，放学后拿出充电宝听歌。等熙秀回来，崔日焕找熙秀是因为礼堂内要施工，在技术科目考试前，熙秀只能去别的体育中心训练，并给了他所需的凭证。熙秀出来后，他提醒熙秀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那个装模作样的崔日焕。凤熙现在上学不再携带重物，他在逐渐适应，以便在需要时能全速奔跑。熙秀意识到了凤熙因礼堂的事自责，于是给了他一点鼓励。天气开始变冷，凤熙担心熙秀会冷，就想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但熙秀觉得这样做很肉麻，不愿意穿凤熙的棉袄。凤熙只好把带电加热的充电宝给了熙秀。康勋不想回家，去了高考后空荡荡的自习室。熙秀担心凤熙的能力被发现，正在给他的书包里加装水瓶，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个穿棕色上衣的男子，那人正在跟踪他们。美贤正扎紧头发整理衣服，从柜子里拿出一部手机以及所需的手枪和弹药。他认为2个有异能的人出现在同一个教室不是巧合，肯定有内幕。周元这边不需要准备武器，他本人就是最强武器。出发前他先做了热身运动，多年过去了依然应用。熙秀和凤熙一起去体育中心，坐的还是304路公交，幸好这次没出事。但他上次追赶弗兰克时，不仅把乘客赶下车，还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激情，导致公交车严重受损。他还能继续当司机，真是没想到。跟踪者头上有一个大疤痕，多次尝试刷手机，但始终无法支付公交车费，和他说话却没有回应，只好检查了一下手机，发现竟然不能绑定交通卡。他随后利用能力了解到了对方的目的，但他并未贸然行动，只是默默观察对方，兴高采烈地聊着，谈及自己曾经的职业，曾是第2代闪电侠的扮演者，而是心仪的闪电侠。没想到会在上高中的路上遇见，紧张的不敢认出，每天只是打个招呼。手机上只有一张救人的视频截图，他是来捉拿熙秀的。金源高中今晚由崔日焕值夜，请求与崔日焕进行家长面谈。进校园后给凤熙打了电话，让他早点回家。凤熙撒谎说已在回家路上，紧接着周元也给熙秀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别到处乱跑。熙秀表面上答应了，但决定去体育中心训练。不久周元也到了金源高中，门卫赶紧向上级报告。美贤已到崔日焕办公室询问礼堂的意外，崔日焕解释是设施老化所致，幸好没有学生受伤。关于康勋的异能，崔日焕强调是同学们看错了，青春期的误解和对班长的崇拜。美贤装作放弃，但决定深入探查内情，话题不小心转到了自己的孩子上。崔日焕在回答时不慎露出了破绽，美贤一直都没有透露她是哪位同学的妈妈。
但崔日焕却不小心说出了凤溪的名字。这时机修正躲在厕所里抽电子烟，看着自己脚腕上的伤痕，回忆起那天的事，他是在一次测试中受伤的。副班导只是旁观，直到崔日焕赶来，才决定叫救护车。副班导正要检查厕所，却被突然闯入的周元打断。周元也来参加家长会，副班导以学校没人为由，试图让他离开，但周元还想在学校里逛逛。副班导没有合适的理由让他离开。康勋该回家的时间到了，手表的闹钟响了，但康勋还在图书馆学习国家情报学，他似乎没打算回家。周元离开后，副班导急忙进了校长室，拉上窗帘，打开柜子，柜子里是学校各处的摄像头画面。副班导戴上了耳机，密切关注周元的动向。周元走进了礼堂，观察地上的螺丝和螺母，以及监视器后面正在注视他的人。崔日焕反应很快，说是在凤溪的社交媒体上看到美贤的照片，提到凤溪是单亲家庭，作为老师他自然更加关心。美贤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他想知道崔日焕教书多久了。与此同时，美贤也发现了藏在屋顶小孔里的摄像头。周远抓住了一个摄像头，质问到底是谁在监视，这让副班导吓了一跳。北韩的人已经在车里准备好了，他们的目标是获取关键档案，这些档案是国家重要资料，如果拿不到档案，就计划绑架所有异能者的孩子，并清除所有无关人员。车里总共4人，认识2个，一个是以前和周元交手过的北韩间谍，另一个是北韩派来的高级官员。高官接到命令，让他们走后门。304公车也快到站了，但启道决定不停车，他按下了暂停服务按钮，并迅速加速，速度快到连路人的手机都吓掉了。尽管启道急转弯刹车，八头却依然镇定自若，他的能力让他能在空中飞行。剧烈的晃动使得西秀的充电宝不小心掉出口袋，启道继续加速，他脱下手套破坏了公车的电池。这次他变得更聪明，没有再尝试硬碰硬，而是开到警察局求助。但在乘客下车时，北韩的异能者八头利用灯光闪烁的间隙从窗户飞了出去。镜头再次回到崔日焕。2004年的国家情报院，崔日焕来到安琪部，申请成为黑色要员。8年前战友被间谍重伤，他感到无力时，是黑色要员救了他。从那以后，崔日焕发誓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领次常强调说，黑色要员是为国家秘密服务的人。崔日焕能接受这一切，完全服从组织的安排。崔日焕的任务是参与国家才能培养计划，挖掘潜在的异能者，把他们培养成能保卫国家安全的人才。领次长要求崔日焕在执行任务期间不能有个人情感，把学生当作客观判断的对象，这一点必须记牢。从那时起，崔日焕正式成为黑色要员。表面上是金源高中的体育老师，而老赵担任校长，2人共同负责这个计划，筛选学生。他们把目标学生作为体大的培养对象，这样更便于观察。第一个目标是彭平的儿子全启道，他的能力是放电，总是带着一个小喷壶，防止自己周围太干燥，但平时也常常电到别人。时间慢慢到了毕业，但崔日焕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能力有何过人之处。老赵不愿再等，叫几名学生先把电池交给启道，然后对他进行暴打，以此逼出他的潜能。崔日焕感到无奈，但他不能违抗上级的命令。可启道被打倒在地，满脸是血，但始终没有反抗。情况紧急，崔日焕让他改变求学方向，转去学习传播和表演艺术。时间快进到2008年，罗州的女儿梁世恩开始上学。根据之前罗州葬礼的情节，她原本应在高中时因病去世，但那只是一场假死，不像没有运动细胞的启道，她轻轻一跳就能跳过4米远。看来罗州的超能力不仅限于透视。今天是教师节，施恩代表全班给班导崔日焕戴上胸花，这是对他教师身份的认可。这次崔日焕直截了当向施恩坦白自己已知晓他的能力，对方也表达了信任。施恩成功通过了崔日焕的能力测试，但罗州对此类事非常小心，让女儿在学校的训练室装病，之后被送往医院。按照罗州的计划，他的女儿对外宣称因癌症去世，随后迅速举行葬礼。崔日焕也来到现场吊唁，罗州的表情并不那么悲伤，确认施恩是假死。之前在罗州葬礼上回头的女人很可能就是施恩。崔日焕悲痛欲绝，他本不应有太多个人情感，但他已是一名负责任的老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崔日焕喜欢上了与学生们的日常相伴，学生的进步也让他感到快乐。与此同时，异能者的筛选也在进行，大多是些不太实用的能力。有个男孩努力在桌子上开小洞尖叫，身材柔软的美女蛇蝎鹅蛋脸，自学成才的催眠魔术是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还有一位特别的学生英卓，决定在高3紧张时期转学。英卓拥有能暂停时间的强大能力，崔日焕不了解英卓的底细，最终还是帮他办理了转学。时间回到3年前，老赵带来了一位新的体育老师，成为崔日焕班级的副班导，和他一起工作。这是因为那时候异能者学生较多，3年间陆续有3名异能者加入，分别是李才满的儿子李康勋、李美贤和金斗之的儿子金凤熙。
还有张周元的女儿张熙秀。时间回到现在，周元查看地图，寻找崔日焕的办公室。副班导仍在校长室里战战兢兢。同时，周元走进办公室，遇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美贤。在他和崔日焕交谈时，美贤把手机放进垃圾桶，告诉周元天花板有摄像头，然后离开了办公室，走到门外，戴上耳机窃听，直奔电力控制室。回到副班导那里，清洁工敲门想进校长室打扫，副班导莫防备就开了门，竟被清洁工用刀封住喉咙。清洁工也是北韩来的。此时警察正在对304公交车的乘客进行登记。凤熙和熙秀趁机逃跑。周元虽然看起来粗犷，但心思非常细腻，他猜到有人故意将异能者聚集起来，这其中肯定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更不用说学校里那遍布的监控了。周元最初怀疑幕后黑手是崔日焕，但他自己也被监视着。此时清洁工给北韩高官打了个电话，向他报告了楼内人员的具体位置，其中还包括在自习室自习的康勋。而这一切都被美贤那超强的听力捕捉到了。崔日焕并不知道自己也在被监视。面对周元，他心情复杂。那年追捕北韩间谍时，他的枪出现了故障，正是周元救了他一命。也是在那时，他发现了周元的不凡。美贤改变了他的路线，他先去校长室打探情况，发现里面有个正在打扫的清洁工，但副班导的尸体已经在展示柜中，这让清洁工的身份暴露了。因此，美贤悄悄地关上了门。班级的网红女学生也来到学校，她要去副班导的办公桌取回被没收的相机内存卡，但她被门卫赶了出去。这时，北韩的异能者也抵达学校后门，高官指示大雄让后备箱里的人等待指令，然后几人走向后门，那里挂着禁止吸烟的标志。大娃展示了他的力量，把门上的铁链扯断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校园。时间回到斗志和美贤第一次约会，美贤问斗志为什么能飞，斗志说他生来就能浮在空中，就像普通人学走路一样，他也是逐步学会了飞行，关键是要勇敢面对可能的摔跤，只有好的降落才能确保飞行安全。镜头从一对情侣切换到另一对，凤熙和熙秀来到了体育中心。凤熙觉得这里的环境和设施都比金源高中好，但熙秀却有不同看法，他觉得陪伴他的人更重要。熙秀认为高3转学是个非常好的决定。崔日焕表面上看似不在乎他人，实际上却非常体贴。凤熙并没有离开，只是到便利店给熙秀买水去了。熙秀刚在体育馆里跑步热身，这时八头决定露面，他开始测试熙秀的能力，把熙秀从2楼扔到了台球桌上，确认熙秀没有飞行能力后，又试了几拳确认他也没有怪力。这时凤熙赶回来了，但发现体育馆的门已被八头锁上。听到熙秀的惨叫声，凤熙非常着急，他急忙在体育馆外寻找进入的方法。八头发现熙秀具有自愈能力，决定进一步测试他的能力，把熙秀举到高处。凤熙在外面卸下了书包，脱掉了沙袋。他回想起和母亲争吵后的对话，母亲提到父亲关于飞行的秘诀，为了熙秀，他不能再害怕坠落。随后他飞身进入体育馆，成功接住了即将坠落的熙秀。他掌握了飞行的技巧。情况突变，八头决定先向上级汇报。场景转换到金源高中校长室里，美贤和清洁工处于紧张状态，双方都在蓄势待发。随着灯光熄灭，两人开始战斗。打斗中，清洁工还不忘夸赞对方的身手。美贤紧握着手提包的带子，用它制住清洁工持刀的手。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目的，通过言语试探对方。战斗暂时停止。美贤听到有人接近门口，立刻用花盆将清洁工击倒，然后从窗户逃离。但他并没有离开太远，而是在附近偷听他们的对话。回到北韩高官被派往南韩之前的场景，他和手下以及清洁工都属于北韩的保卫部，相当于南韩的安企部。部长此前接到密报，说南韩正在培养下一代异能者。为了搜集相关情报，部里派出了精英要员，让清洁工去调查可疑地点，搜集信息。意外的发现了培养年幼异能者的档案。高官的任务是与他会合，破坏南韩培养异能者的计划，并清除所有相关人员，将档案交给部长。清洁工因美贤而发怒，通过监控寻找美贤的位置，但始终没找到。他命令八头去杀鸡修理，美贤则留给自己处理。但八头没有受情绪影响，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查明这段时间内北韩培养的异能者数量以及他们能力的强弱。美贤限制了清洁工的视野范围，用雪球遮挡了周围的摄像头，借助超强听力开锁进了电力控制室。网红女同学并未离开，正巧北韩的人为她开启后门，她迅速跑了进去，无需翻墙。此时美贤切断了学校电源，学校顿时一片漆黑，公车视野渐渐模糊。带启到入行的前辈并未责怪他，只是庆幸无人受伤，剩下的事由他来处理，让启道准时下班。看来之前追逐弗兰克的破坏也是老前辈的安排，他真是个难得的好人。高官和大雄闯进崔日焕办公室，迫使崔日焕交出异能者档案。停电了，康勋无法自习，离开时遇到前往自习室的大娃，他认出康勋就是救人视频里的那个学生，立刻拦住了他。才满在等康勋回家，
尽管下雪，他也不愿进屋。妻子为安抚丈夫，给康勋打了个电话。康勋说自己还在学校，但大娃打断了他和母亲的通话。崔日焕打开最底层抽屉，里面存放着他的身份象征，有学生送的每年教师节胸花，还有一根甩棍。他坚称绝不交出学生档案，威胁高官立刻离开学校。机修部门未能找到档案，离开时撞见八连，被一巴掌打倒在地。康勋的情况也一样，大娃迅速行动将他踢倒。母亲电话里听到儿子的惨叫，急忙告知丈夫才满。急切的舅子才满立刻往学校冲去。崔日焕先下手为强，一拳击中大雄的头部。周元也趁机出击，几下就将大雄打倒。清洁工赶到电力控制室，重新打开了学校的电源，与美贤对峙。他紧握手中的小铲子，但时代变了，美贤一枪爆头。周元留在了办公室，崔日焕去保护学生，先赶到最近的机修地点。八连感觉敏锐，闪避技能满分。崔日焕的攻击完全打不中他。看到崔日焕不是八连的对手，试图报警。八连掏出手枪，一枪同时打掉手机和甩棍，可以定他的能力与美贤相同。这时周元正在狂揍大雄，直到大雄失去意识。突然八头给高官打电话，他发现了一个能飞的异能者。高官按计划行事，吩咐八头先观察他们的能力。大雄这时已经苏醒，他的能力与周元相同，但明显力量大得多，几拳就把周元打倒，脸上的凹陷迟迟未能恢复。体育中心的梁小芝十分愤怒，但不知如何对付八头。凤溪飞身出拳，却被八头踩在地上，两人缺乏战斗经验，被八头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一脚将西秀踢飞，然后用网兜把凤溪全都包住了。战斗终于结束。这时候高官对昏迷的周元抱怨个不停，都怪北韩的人，他们才会变成这样，全是金斗之的错。美贤一直在偷听，他10多年没听过这个名字了。他掏出备用手机给儿子打电话，但电话始终没人接。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摘下了耳机，把电力控制室的门关上，就像斗志回来那天。今天也在下雪。美贤看了一眼弹匣里的子弹，她摘下眼镜，为了老公和孩子，你们都得死。美贤开了一枪打伤了八头，双方实力相当，都不敢轻举妄动。崔日焕和机修趁机躲进了教室，八头先动了，美贤立刻举枪还击，八头身形一闪躲开了，转身连射几枪把美贤逼进屋内。美贤迅速更换弹匣，借助水龙头的反射观察对方位置，开了一枪，子弹反弹至八头附近，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然后移步到窗外一枪爆头。美贤终于双杀成功。崔日焕让机修离开学校，自己则捡起八头的枪，开始搜寻其他学生。机修正要离开，却听到屋内传出哭声，原来是来自班导工位的哭声。女学生正在找寻相机存储卡，机修安慰她，两人一起躲在屋子里。高官和大雄在楼梯拐角处遇到美贤，他们开始讨论金斗直。时间回溯到1994年，受命于副长的金斗直前往北韩总统府执行任务，他悄悄地消灭了几名守卫，并将他们挂在栏杆顶部，栏杆因重量过大而断裂。一名士兵察觉到异常，正要呼叫支援，却被一颗子弹打倒，但由于金斗直没有击中致命部位，士兵成功按下了支援按钮。大量敌军赶来，金斗直在屋内迅速移动，在敌人中间穿梭，每一发子弹都命中目标。靠墙优雅地更换弹夹，转身向别处开火，吸引敌军的注意力，再次发起攻击，猛烈斩杀，所到之处无一敌人能站立。敌军众多，但金斗直的枪法精准无比，很快敌人无力回击。金斗直从容不迫地向总统房间走去，门口只剩下一名北韩高官。金斗直躲过他射来的子弹，迅速将其缴械并开枪。高官虽倒地，仍未放弃，他祈求金斗直不要进入。金斗直要求对方寻求救援，他的开枪故意避开了要害，只要及时救治，这些人都有生还的机会。金斗直无视劝阻，推门而入。高官拔出备用手枪瞄准，却被斗直一拳打掉食指。高官已尽全力，斗直望着床上病重的北韩总统，无法下手，默默离开。但他不知道，北韩士兵若保护不力，将被政府处决。高官不让他进门，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部下。因食指缺失，高官被政府免除了一死。在见识到南韩有金斗直这样的人后，保卫部部长便委任他和部员全国搜寻异能者，不惜一切代价。1年后的某个悬崖上，为了尽快培养异能者，高官只能逼迫潜在的异能者跳崖。危机中的死亡能加速异能显现。见众人犹豫不前，高官命令大娃向他们开枪，但他自己始终未开枪。服从命令是军人的责任，不向自己人开枪是他的原则。片刻后，八头竟从悬崖下飞了上来。八头不愿服从政府的命令，这样的屠杀已多次进行。高官说服八头，也在说服自己，声称训练中身亡的将成为烈士，国家将以礼待之。高官安抚八头，如果他想保全自己及家人，就不能违抗国家命令。八头此时也冷静下来，跟着高官离开。03年苹果园的围剿行动后，海鸥行动队长将其用铁链束缚，交给安琪部。闵次长再次以家人作为要挟，
逼迫金斗直前往北韩执行任务。再次抵达总统府，守卫比上次稀少多了。大厅里只有一名清洁女工，原来北韩早就准备了埋伏。八头射中斗直的手臂，将他击倒。大娃迅速用锁链将他绑住，斗直无路可逃，被困在大厅中央。他被闵次长出卖了。高官对斗直的行径极为愤怒。当天在场的守卫除了他外，全被政府处决。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打开了总统房门。时间回到现在，高官一边谈论斗直的事，一边把手伸进口袋紧握手枪。美贤的脚被射中，只能跛行下楼梯逃离。体育中心的八头也向凤熙提起金斗，得知父亲被抓后，凤熙怒不可遏，挣脱束缚，强迫对方透露父亲的位置。凤熙的控制能力有所提升，已能稳定悬浮在半空。他躲过八头的拳头，从背后绑住他的手脚，唤醒西秀进行攻击。西秀注视旁边的手球，按照崔日焕的教导发力，与凤熙配合得当，成功打出有效一击。大娃仔细比对截图和康勋的脸，确认无误后开始测试。康勋显然不是他的对手。高官命令大雄去击杀美贤，自己则去查看己方伤亡。看着自己腿上美贤造成的枪伤，回想起那日从崖底爬上来的情形，他对自己的鼓励。美贤在厕所里处理伤口，撕下布条紧紧包扎脚掌，单靠一人之力无法战胜所有敌人，他需要周元的支持。高官得知清洁工和八连死讯后，打电话召唤后备箱中的人，让他戴上墨镜来支援。秃头挂断电话，离开后备箱，快步向学校走去。才满完成跑步热身，开始进行大幅跳跃，电子脚镣异常移动，引起了相关部门的关注。才满是国情院特别关注的对象，长官依照流程确认地方保护管束办公室的情况，同时联络警方和国情院。康勋实力不如大娃，两拳一脚都被躲开了，借助墙壁的力量才勉强击退大娃，但很快就被大娃制服了。头撞玻璃校服被撕裂，又被一拳击打到墙上，但康勋没有放弃，他拼尽全力出拳，结果左手腕骨折。崔日焕发现了康勋的情况，对着大娃连射数枪，全部被躲开。3两下大娃就把崔日焕制服了，并逼问档案的下落，随后把崔日焕和康勋一起扔到墙上。既然折磨崔日焕无效，大娃改为折磨康勋，逼迫崔日焕交出档案。才满及时赶到救场，他一拳把大娃打飞，在屋内不停地出拳。面对伤害他儿子的人，他绝不手软。大雄听到声响赶过来，但他的真正对手是另一个人。2个拥有回复能力的人在血战中开始了一场回合制的战斗。屋内的才满把大娃从楼上扔了下去，外面的回合制战斗还在继续。周元攻击了大雄尚未恢复的左腿，紧接着一拳把他击倒。康勋醒来后检查了崔日焕的状况，然后进了屋，叫住了正要跳窗的父亲。崔日焕正准备结束战斗，但一个陌生的秃头突然出现在对面。他张开双臂，做出了一个要释放大招的姿势。这个秃头是北韩叛徒的儿子，从84年开始，他就被囚禁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洞窟里。死亡的环境总会吸引很多虫子，他在这些年里不断的打杀虫子，在此过程中觉醒了控制震动的异能。一天，隔壁牢房转来了一个新人，秃头的提问对方始终不回答。直到有一天，秃头在失去生存意志时，隔壁传来了鼓励他活下去的话，那是金斗直的声音。秃头的异能在大楼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洞。周元迅速离开了现场，跑向秃头所在的地方，途中被一波掌力攻击。崔日焕立刻开枪提供掩护，但很快就用光了子弹。这时周元也赶到秃头面前，却被掌掴击飞。康勋和其他2人被压在废墟下，才满竭尽全力用石板保护好儿子，重新回到体育中心。梁小芝开始在那儿秀恩爱。这时高官给八头打来了电话，让他快点来学校帮忙。凤熙听说妈妈也在学校，立刻焦虑起来，立刻感到不安，急问八头发生了什么事。没想到八头突然开枪，西秀立马挡在凤熙前面。周元反应过来，向正蓄力的秃头冲去，成功躲过了掌掴的正面攻击。康勋在废墟下开始自救，他用拳头打碎了旁边的墙壁，为自己和同伴打开了一条生路。八头在飞往学校的路上被乞丐看到，他的公交车已经修好，可以正常使用了。体育中心的2位小伙伴没什么大碍，西秀的胳膊被枪击伤，子弹卡在骨头里。凤熙没能带西秀一起飞走，他需要赶紧到学校。祈祷在公交车里找到了充电宝，随后得知了凤和西秀的名字。才满并没有和康勋、崔日焕一起离开，他决定先对付秃头。趁秃头失去意识的时候，周元向才满表示感谢，因为康勋救了西秀。秃头战斗力不强，几下就被才满的折断的左手打败，秃头无法再次出手。这时恢复满血的大雄重新加入战斗，美贤也从厕所出来，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大娃，他抓住了插在身体里的玻璃，本想逆转局势，但最终不出意料的被一枪击毙。美贤连续击杀3人，在路上行驶遇到了浑身是血的西秀，将所有情况综合起来，他很担心西秀的安全，于是驱车直奔金源高中。这时学校已成了战场，大雄把周元打倒了，随后开始与才满对决，但很快就被才满压制。
最终满脸是血的倒在地上。这时秃头站了起来，但他只有一只手，帮不了大雄。大雄是他唯一的朋友，每当政府派他执行任务，他们会给他戴上墨镜，以减少他对外界的恐惧。大雄是他的依靠，也是他生活的希望。于是秃头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大雄。他一跃从窗户跳下，一掌击向地面。他的袭击差点让教学楼倒塌。附近的警察注意到了金源高中的异动，他们呼叫支援前去查看。这时基修和女同学已经离开了教学楼。基修继续安抚那位女同学。秃头的最后一击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坑，周元被钢筋刺中，他尽力抓住昏迷的财满，用力摇晃手臂把他荡到安全的平台上。不久后财满醒来，周元叫他去找康勋。疼爱儿子的财满不顾周元的死活，迅速离开。康勋和崔日焕都没什么大碍，他们开始撤离学校。周元挣脱了钢筋的束缚，奋力爬到平台上，却被八头一枪击中头部倒下。随后八头被美贤枪击擦伤了耳朵。天空视野开阔，面对反击，美贤只能忍痛躲闪。大雄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秃头，他的身体已被震得粉碎。临终之际，他希望大雄将来能像普通人一样生活。朋友的去世让大雄无比悲痛，他顺着墙壁往上爬，就像当年能力觉醒的那一天。今天他又重生了。美贤通过听力判断八头的位置，一枪击中八头，让他坠落楼顶。双方交火，美贤子弹用尽，关键时刻缝隙及时出现，阻止了八头。两人在空中展开激战，缝隙被八头反击。美贤担心儿子，忍着剧痛，迅速爬楼，抬头看到空中的缝隙，开车冲进学校。八头控制着缝隙撞向公交车，及时躲避，缝隙被摔出，成功将八头撞向公交车侧面脱困。公交车遭殃，再次受伤倒地。周元头部重伤后再次清醒，发现子弹没有穿透头部，而是卡在眼球里，不得不连根拔出。八头清醒后捡起枪，不讲武德瞄准缝隙。美贤此时也爬到了楼顶，用空枪对准高官，威胁八头放下枪，低声让缝隙快跑。西秀在路上不慎被大雄撞倒，尽管情况紧急，但他继承了母亲的品性，不能让一个大叔独自哭泣。西秀踮起脚尖，轻轻抚摸大雄的后背，不断安抚自己。祈祷后离开公交车，脱掉鞋袜和手套，脚踏配电箱，开始对缝隙进行救援。八头被电流打倒，失去了他的右手。高官催促八头快点离开，提醒他还有家人等着，自己留下来掩护后撤。高官击退了接近的敌人，但在面对这个名叫缝隙的孩子时，他犹豫了。美贤趁机击打其手臂，夺走了高官的枪。周元也快速介入，高官带着必死的决心，抓住周元的衣领，一起从楼上跳下。美贤迅速冲上前来，抓住了高官的手臂，询问斗直的下落。出发前高官就曾质疑上级的决策。这场南北韩实力对比的血腥马拉松已经持续超过50年，牺牲了太多无辜的人民。面对问题，高官沉默不语。他推开美贤的手臂，凤熙带着母亲远离危险区域。为了防止危险，高官挣脱了。周元摔到楼下，被锐器穿透，他成了又一个因体质而死的无辜者。这时警察也抵达了学校门口，文卫出示国情院的证件，在警方高层的施压下，禁止警察进入校园。凤熙发现母亲脚受了伤，立即蹲下来，和小时候的情形正好相反。现在轮到他照顾母亲。在周元的注视下，凤熙背起美贤飞向远处，转身一看，周元看到西秀赶到学校，他的女儿也长大了，很快就是他的毕业典礼了。那位网红女学生照常直播，她应聘成为了实习记者。背后的基修带笑看着她，眼神温柔，但依然有些傲娇。凤熙和美贤没能来，西秀和独眼周元合影留念。康勋和他妈妈以及崔日焕一起拍照。财满因出行受限没能参加，崔日焕把学生档案托付给周元，他认为这是最安全的地方。西秀回到了班级，凤熙的座位空着，往事历历在目。公车上第一次遇见的情景，凤熙在礼堂帮他压腿，为他打开教室的灯，防止他摔倒时擦地，为他创建歌单打气，一起看雪。这些点点滴滴构成了他们的情谊，彼此的心意更加深厚。西秀打开了自己的柜子，原来的黄色雨衣已经不见了，被风吹走了。独自在家的财满抚摸着康勋的奖状，他望向学校，那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康勋主动来到安琪部，想要在这里工作，条件是销毁他父亲的前科记录。离开时见到了学校门卫和转学生。申会员走进门，他觉得非常奇怪。闵次长非常尊敬会员，在他面前像是犯错的小学生，忍耐会员能够长生不老，是闵次长的前辈。此刻周元从黄泉汤旅馆里出来，用毛巾擦拭着手上的血迹。他坐上了外卖小车，旅馆房间里东西乱七八糟，血迹遍布四周。校长老赵被周元割掉了舌头，安启部的猎犬气绝而亡。八头回到北韩向部长汇报了情况，在回答问题之前，他想弄清楚对方为什么想要学生档案。部长如实告诉了他，只有拿到档案，他们才能开始下一步计划，就是培养异能者的第2代。这不是八头想听的答案。他开枪杀死了部长，原因跟别人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他决定给金斗直一个保护家人的机会。
所以他下到地牢击毙了守卫，并给了金斗直一把枪。斗直获得自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安琪部射杀了闵次长那个混账，终于结束了。美贤搬家了，他在另一个地方开了家南山炸猪排店。周元的炸鸡店请了新员工，大雄第一次炸鸡时不小心把手也放进去了，被周元狠狠地骂了一顿。西秀建议炸鸡店改个名字，改成世界上最安全的炸鸡店，毕竟店里有3个回复能力的异能者。这时新闻报道了一个穿黄色雨衣的飞人在高层建筑火灾中救人的消息。周元吐槽说穿黄色真土，被女儿怼了回去。老爸嫉妒地撇了撇嘴。西秀揭开了胳膊上的创可贴，那是他为凤熙挡下的子弹留下的。他通过电视对凤熙说了声加油。从天空俯瞰大地，只有美贤家的南山炸猪排灯火通明，屋顶橙紫色。斗直因此找到了家人。时隔多年，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一天，西秀帮着路痴老爸送外卖，周元看着全家福，回忆起妻子窒息曾问的问题：结局幸福吗？他回答说是的。故事就此画上句点。海鸥行动队的队长上尉，接替了闵次长的职位。弗兰克并未亡，开始了寻找根源的旅程。他去了妈妈在拉斯维加斯的俱乐部驻唱，美国的马克找不到他，最终将他列为失踪人员。马克接下来要派遣的是弗兰克的同期异能者，那就是伊莱亚斯。故事在此告一段落，期待第2季的开播。